3天前，大学刚毕业的任贝贝徒步爬山时，从山上滚了下去，本以为死定了，谁知他竟意外穿越了，穿到一个历史上不存在的时代——圣朝，而他变成了一个和他同名同姓的替嫁女。至于原主，因身娇体弱，竟活活累死在婚房里。突然一阵恶意袭来，任贝贝四处摸索了一番，来到了厨房，看着空荡荡的厨房跟见底的米缸，顿时发起愁来。不是说她要嫁的人是当今的九王爷吗？虽然是个被抄了家流放到丰庚县的王爷，但也不至于这么惨吧？这哪是个王爷过的日子，这简直就是农家户嘛！正当任贝贝长吁短叹时，一个蓝色的面板浮现在他眼前。恭喜宿主解锁了商城系统，本系统可以交换任何时代的商品，空间内还可以存放物资，祝您购物愉快。任贝贝大致浏览了商城一番，拿出陪嫁的银子买了一个包子，正准备填填饥肠辘辘的肚子时，后门街上嘈杂的动静吸引了他的注意。耶，我们逃荒去了，能保重。刘村长，你要走我不拦着，但小沟村何止这些人？只见衙门后院的围篱矮门前站了一群满身补丁的村民，无一例外都是男人，大的不过40岁模样，小的3、5岁，且均是手脚健全的。只是人群中怎不见老弱妇孺？被点名的刘铁蛋眼神躲闪，支支吾吾的嘴唇动了半天，才低声道：耶，恁就当小沟村妹了吧。刘铁蛋，你是不是活腻了？那可是半个村子的人，你说不要就不要，那里面可还有你爹娘。丰庚县日子苦，他们想逃荒到别处去，他没意见，可他们不能这么自私，把健全的男人都带走，徒留老人妇孺在村里活活等死。耶，我们就是来跟恁道个别，恁保重，我们走了。他们知道沈几善良，走之前特地来跟他说一声，也是为了村里留守的老人妇孺考虑，让衙门多关照些。站住！一个凶神恶煞的男人手持一柄出鞘的长刀，拦住众人。爷还没点头，谁都别想走。周捕头，你这又是何苦了？刘村长，你们要么都走，要么就谁都别想走。耶，你这是要我们的命啊！就是说啊，丰庚县若是待得下去，我们何至于走到这一步？对于沈几而言，他也找不到可以两全的办法。流放丰庚县10年来，他便尝试改变，但苦于他不懂种地，换来的结果只是让丰庚县在他手里越来越糟。任贝贝是个暴躁的性子，看不惯他们有事情不想办法解决，浪费时间在凹造型上，他直接冲了出来。这位村长，你们今天站在这里，是因为大旱导致粮食短缺，你们活不下去了，所以选择去逃荒，对吗？他一袭红衣，长发飘飘，白嫩的皮肤好似能掐出水一般，与街上所有人都不同。众人短暂的恍惚了一下，就立刻反应过来，昨日九王爷成亲，他定是那从盛京来的千金大小姐。那如果今天就下雨，让你们种的粮食，你们还会走吗？不走。那好，那我告诉你们，今晚约莫子时会有一场大雨，且3日后会有一场特大暴雨，所以让江河奔腾，大地复春。夫人不可胡说，雨水对现在的丰庚县来说万分重要，不可拿此事开玩笑。我可没有胡说。刚才在厨房看热闹的时候，任贝贝脑海中就自动在预测天气。一开始他也觉得是错觉，以为是自己误把前世的天气带入到这个时代了。可后来仔细回想，他穿越前根本没看过天气预报，不然也不会在爬山时遇到暴雨，导致山体滑坡，害得自己穿越。思来想去，只有一个结论，这是穿越的福利，让他多了一项预测天气的金手指。不信，大家就等等，今晚子时便见分晓。众人面面相觑，他们在犹豫，一个看起来柔柔弱弱，不食人间烟火，连地都没下过的小姑娘，她说的话能信吗？这样吧，你们等一晚上，若今晚子时不下雨，明日你们再启程去逃荒也不迟。届时我还会把我的嫁妆拿出来，助你们一臂之力。他们逃荒最缺的就是一路上的粮食，这个条件瞬间获得小沟村所有人的同意。大伙都听到了，这可是夫人亲口说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待到街上的人散了，沈几将任贝贝拉到一旁，对于他方才的话，他不是很赞同。夫人，你刚来，不清楚小沟村的情况，方才不应该多言的。什么情况？不就是他们逃荒不带老弱妇孺，你不想让他们走吗？沈几背对的语塞，犹豫再三，问道：你是如何得知今晚子时会下雨？嘿嘿嘿嘿，猜的。罢了，这个烂摊子还是我来收拾好。最近城里传出不少要逃荒的消息，普通百姓可以去逃荒，但那些被流放禁足在此处的人走不了。一旦走到物尽粮绝、山穷水尽的地步，这座城将立刻变成人间炼狱。沈几虽然不相信他说的今晚会下雨，但此时此刻他还是忍不住将希望寄托在他的金口玉言上。日落西山，夜色降临，沈几打从太阳下山开始，就爬到衙门门前坐着，眺望远方的山川。他在等雨，任贝贝的生物钟让他没办法早睡，便倚在门框上陪沈几等雨。相公，丰庚县有多少村落，多少人口，土地面积多大？丰庚县不过方圆50里，有一城12村，3万余口人。那就相当于前世的一个县城大小，不过怎么才3万人，比前世少了近10倍的人口啊，真是地广人稀啊。对了，你放在桌上的东西我今天看了，你在研究种地啊？咱们衙门有地吗？他想侧面打听衙门的情况，看哪些是他可以利用的。要是衙门没地的话，他还怎么发家致富？
还不如让她直接穿越成一个农女呢。眼前这块地便是衙门的地，就只有这一块吗？眼前这块不过4、5亩大小的地，地里还种着稀稀拉拉的几棵白菜，这都不够他们1年的口粮。不，还有很多，只是我不会种。有多少？除了这里，还有各村一些无主之地，都可以种。太好了，总算有件能让我顺心的事了。等今晚下了雨，我就把甘蔗种下去。想到空间里刚买的甘蔗，他就开心。古代的这糖可是金贵的很。甘蔗那是什么？你不知道甘蔗是什么？那你们平时吃的糖都是从哪儿来的？当然是用麦子制糖呀。但麦子产于京都一带，若一路南下销至丰庚县，层层赋税，糖在丰庚县便是天价。更何况丰庚县还是个流放之地，糖那种好东西，丰庚县可配不上。那我真是来对地方了。白天我简单看了一眼丰庚县的地，结构偏向于河流，缠绕群山，村庄坐落河边，田地藏于石林。我说的对吗？神几连忙点了点头。那就对了。甘蔗是一种可以制糖的农作物，它可以种在石头缝里，不占用农田。这样一来，农耕就可以做到利用最大化，增加创收。你会种地？我专业的好吗？正当两人正聊着火热的时候，夜空下突然爆出一声惊雷，接着就是瓢泼大雨。爹，快出来，要下雨了！天哪，那姑娘说的没错，真下雨了！下雨喽，下雨喽！太好了！2年了，老天爷终于下雨了，地里的庄稼有救了。神几疯了似的淋了一夜的雨，直到后半夜雨停了才回房。今早起床，他果然受凉了，受凉的不止他一人，还有昨晚一起狂欢的丰庚县其他人。走吧，今天带我去看一下丰庚县的地形，顺便去山里碰碰运气。任贝贝昨晚就已经打算好了，等今天雨停了就出门。他要赶在特大暴雨之前把丰庚县的情况了解清楚，回来好选定种子，看什么能种，什么不能种。相公，这地怎么那么硬？你多久没耕地了？这田以前是种稻子，没错吧？耕地？那是啥？是否是下种时将土翻开，待种子种下，再将土盖上，此为耕地？原来你们都是这么种庄稼的，这是种旱地的步骤吧？种稻子哪是这样？好家伙，难怪他们一直这么穷。户部所书《农耕记》便是这般写的。等秋耕结束，我给你写一本《农耕记 2.0》，让你瞻仰一下，什么叫做专业。他的语气太过自信，以至于神几不把他的话当真，只当他是在开玩笑。离衙门最近的一座山在2里地外，任贝贝边走了解地形，耽误了不少时间，花了半个时辰才到山脚。夫人，一夜雨下，草树尚未冒芽，我们来此作甚？地上的东西没冒芽，不代表地下没有东西啊。地下的东西？快看，这里有东西。神几疑惑地看着那土包，土包松散多孔，还有几条裂缝，一看就是下雨前的蚂蚁窝。这不就是个蚂蚁窝吗？蚂蚁窝里有鸡枞啊！现在是7月初，正是进山捡菌子的时节，要不是缺雨水，这些菌子早就长出来了。这东西并非草木蔬果，不可乱吃。在他的认知中，只有从地里长出来的，不管是蔬果、草木、野菜、庄稼都行，这种不带叶子的不能吃。它就是菜啊！这个叫鸡枞，是一种可食用真菌，很难得的。夫人，我们还是别捡了，家里也不是没东西给你吃。别拦着我，谁拦我捡菌子，就是断我财路。我避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轰！他蹲在那土包前，一边刨一边傻笑，没一炷香的功夫，背篓就满了大半。相公，这座山有主吗？没有，丰庚县每座山都是无主的山。那太好了，你想包圆这座山的菌子？我在你心里格局就这样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想在这座山上种瓜和甘蔗。我刚才看过了，这附近的山都差不多，半土半石，特别是山脚泥土覆盖面积很大，适合旱地作物。夫人，你可愿同我细说一番？可以啊，你回去把衙门能用的地给我列出来，我就告诉你怎么种地。衙门现在的主人，哦不，应该说整个丰庚县的主人都是他。在没有拿到话语权之前，他是不会毫无保留的把技术和种子交代出去的。万一哪天这位爷被解禁了，或者日子好了之后就翻脸不认人，他也好有个退路。好，回去我便将衙门的地全数交于你。夫人，我们快些回去吧。任贝贝本也想回去了的，不过一个不经意的一瞥，又叫他发现了好东西。仙草藤。那枯黄的野草丛里，赫然爬了一地的仙草藤。仙草藤，这个也能吃？这东西完全就是枯草，不管是根茎还是枝叶，都已经晒干成柴了。怎么炒？当然能吃，而且最适合夏天吃，可以解暑的。正当任贝贝低头采摘仙草藤时，只听呱的一声，他吓得顿住脚步，一只拳头大的牛蛙从土里跳了出来。是牛蛙，相公，咱们今天有肉吃了。这也能吃？你们连牛蛙都不吃的吗？这可是个好东西啊，味道比鸡肉还香。农耕记里没有记载这些东西。我就是行走的新版农耕记，快来帮忙抓，回去我给你做好吃的。回到衙门后，任贝贝就一头扎进厨房里，他把仙草拿了过来，挑出里面的杂草。仙草洗了4、5遍，直到水不再浑浊，任贝贝才将仙草放到大锅里，加上水，慢慢熬煮。正忙着，神几回来了，他手里提了半斤多的猪柏油。任贝贝找了深他的旧衣服做围裙，把买回来的猪柏油切洗，下锅炼出猪油。
牛蛙去找斩成段，用姜片腌制放在一旁。趁腌制的时候，他把洗好的鸡葱下锅，用锅里的底油炒了。没有青红椒配色，任贝贝抓了一把油渣丢到锅里，也能增些滋味。旁边熬煮仙草的大锅咕噜咕噜的响，看着时间差不多了，他把方才泡了草木灰的碗拿过来，这是最简单的碱水提取办法，加了碱水，仙草还得煮上一会儿。油渣炒鸡葱做好了，任贝贝起锅另烧油，下姜片爆香后，再把牛蛙倒下去。只有姜片的爆炒牛蛙略显寒酸，没有红油，没有老抽调色，白白的一锅东西，看着就没有食欲。任贝贝探头出去看了一眼，见沈几还没洗完澡，他赶紧从空间商城里购买了一罐剁椒酱，这些酱在这个地方就是最重要的宝贝。半瓶剁椒酱下去，爆炒牛蛙才有了它本应该有的样子。大功告成，爆炒牛蛙做好了。这时仙草也熬好了，任贝贝从自己的嫁妆里找了块干净的粗布皮，用来当滤布，把仙草汁过滤出来。接着重新上锅，倒入调好的米浆水，一杯最古老的烧仙草就诞生了。相公，快来吃饭了！沈几大老远就闻到饭香了，他迫不及待坐下。可当他尝了一口任贝贝做的饭菜之后，瞬间脸色变得难看。夫人，这个菜怎会是这个味道？你吃不了辣吗？辣。古代一男子只是尝了一口新婚妻子做的饭菜，竟然差点死在房间里，而妻子却还满脸笑容的劝他多吃点。辣死我了！这是什么东西？辣就是这个东西啊，这个是辣椒，是一种吃了能让人发麻发汗的东西，是一种蔬菜。等等，你们不吃辣椒，也不种辣椒，对吗？夫人，这东西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别管哪里来的，相信我，你会对这个味道上瘾的。他半哄半骗，沈几终于再次动筷子。一开始他还是觉得嘴里像着火一般，很难受，到后来竟真有些欲罢不能了。连那满是剁椒的汤汁，他都要倒到碗里，连吃3大碗。让夫人看笑话了，我在这丰庚县太久没有吃到如此好吃的饭菜，吃的这碗满钵，有些许不雅，望夫人莫笑。你觉得好吃是吧？没错，我这个人从来不说谎，好吃就是好吃。那我们种辣椒吧，你把衙门可以做主的地拿出来给我看看，咱们该规划一下秋耕了。正当讨论的时候，任贝贝不经意间瞥到了柜子上面放了一个明晃晃的卷轴。这是什么？任贝贝拿了一轴明黄色的卷轴，翻开，上面写着圣旨2个字。他一副财迷模样盯着卷轴，同步匹，再到上面绣的莽文，直到看到圣旨上的内容，他的笑容立刻消失。丰庚县欠粮3万石，欠银5000两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是朝廷催债的圣旨？丰庚县虽是流放之地，但也是我沈家的江山。按照律法，丰庚县需每年向朝廷上缴税银与税粮。天呐！他本来以为开局吃不上饭已经很难了，但只要他努力，带领大伙耕种养殖，怎么着也能脱贫。可谁知道地还没种，就先负债了。罢了，不就是3万石粮食吗？这茶稻子种下去，年底就还完了。至于5000两税银，丰庚县现在还欠债。夫人，此事与你无关，我可以解决。把地契交出来，以后这个家关于种地、经商之事全都听我的，你不许有意见。好，督依你。沈几只有一瞬的怔愣，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。夜色深了，任贝贝和沈几还在点灯熬油的对衙门的地进行分项规划。3沟村的地是最顽固的，地势高，且田间多石，根本无法耕种。丰庚县1城12村落，每一个地方沈几都去过，脑子里将每个村子的情况都记得清清楚楚。3沟村一直是令他最头疼的问题。土地情况这么糟糕的话，其实不必勉强非种庄稼不可，可以选择种其他的。可稻粮是民之根本，不种庄稼又有什么可种？他要是让3沟村别种庄稼，3沟村的人非跟他拼命不可。在他们的认知中，天大地大，庄稼最大，没有这一口粮食，全村人都得饿死。种玉米，种地薯，还可以种我上次跟你说的甘蔗，这些都是非常适合3沟村的农作物。玉米，这又是个啥？你们该不会连玉米是什么也不知道吧？你先告诉我，你们圣朝都种什么？与其每提到一个农作物都要跟他科普一遍，不如先知道他们都种什么。反正他们圣朝有的东西一定比现代有的东西少。麻、薯、稻、麦、黍没了，还有白菜、萝卜、大瓜。越听他的表情越无奈。好家伙，主食和蔬菜的品类加起来才勉强能超过2只手。对了，娘子，今天你做的那个黑乎乎的东西是什么？能吃吗？差点忘了饭后甜品。来，相公，你尝一尝这个甜品。他用汤匙舀一口进嘴里，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好吃。当然好吃了，仙草清热消暑，凉血解毒。之前大旱的时候，你天天在太阳底下跑，吃一碗最合适。看着任贝贝这清秀的面容，纵使窗外大雨侵袭，凉风阵阵，他仍降不住这燥。翌日雨还在下，任贝贝就已经等不及下地了。咱们就用衙门门前这块地来育秧苗，这样每天早晚都方便去看。育秧苗？娘子，你怎么净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？育秧苗呢，就是选一块水田，在这块水田里开出一垄垄地，接着在这些垄地上面撒下稻种，等稻种长成秧苗，再移栽到别的田里，懂吗？农耕季中是这样种地的吗？你可别提你那本破书了，反正你听我的就是了，我保准你亩产几千斤。任贝贝挽好裤腿，鞋子一脱就冲进雨里，朝田间走去，沈几紧随其后。
大雨里，只见一大一小两道人影在高举锄头，干裂的泥土经过雨水浸泡，已经软多了，翻耕不那么费力。倒是路人不太理解了，爷这是在干啥？种地吧。路人不太确定，毕竟他们谁也没见过在大雨里种地的。雨这么大，水一冲下来，种子都冲散了，还怎么种？任贝贝不想解释。丰庚县的人90%都是流放到此的高官达贵或者高官达贵的后代，他们根本不懂种地，他们是来经营粮食的。下午，沈几在衙门门口的屋檐下躲雨，同时迎接从城外驶来的马车。老夫人托我问一句，舅父可还好？好着呢，谢外祖母惦记。马车上的粮食卸下之后，车夫又赶车走了。来接粮食的人找了几个下人把粮食挑回去，也离开了。沈几，你家人会给你送粮食吗？沈几沉默不语。他被禁足在丰庚县10年，只有他从府中拿粮食出来，从未有人给他送过吃的用。他的沉默，任贝贝看懂了。那以后咱们也不给他们送。有他在，以后的丰庚县必将成为一个超级富饶之地。等我们把甘蔗、玉米、葡萄种出来了，咱们就使劲儿往外卖。但有一点，绝不卖给盛京城，气死他们！话音刚落，只见他搬了厨房里的大水缸出来泡种子，他惊讶不已。这稻种哪来的？他记得留存的稻种已经在1个月前被他没了吃了。他这又是从哪儿弄来的稻种？任贝贝抬头，心虚地转了转眼珠子。我自己带的嫁妆。他的嫁妆有好几个箱子，但只有他知道里面都是空的。当他在送亲的路上奄奄一息的时候，嫁妆已经在被送亲的车夫、媒婆挂。这个女人有多惨，嫁给了一个被流放的王爷做老婆，不仅没能跟着他大吃大喝，享受荣华富贵，反而一嫁过来就先负债5000两。连下了5天的雨，任贝贝站在衙门门口，眺望被大雨洗得干净透亮的远方，心情舒畅。预测了未来的天气，未来7日都是大晴天，很适合耕作。夫人在下周丽，也可在。周捕头，今日是我家夫人叫你来的。周丽鲁莽，望夫人见谅。周捕头，今日叫你来是想辛苦你与我夫君跑一趟，去把各村村长叫来衙门。他没去过那12个村落，就不跟着掺和了。沈几和周丽熟路，让他们去能早些完事儿。去叫村长。周捕头，边走边说吧。各村路途有长有短，有些村子出来一趟，晚上不一定能回来，我们赶紧上路吧。这次沈几去通知各位村长来，其主要目的也是让他们来学习培育秧苗的。先教他们把地种下去，待农闲时再慢慢去完善各村的数据。脱贫是一个艰难且漫长的过程。夫人，你这地种错了。一个看着像庄稼汉，气质中又带着点书生气的男人笑着提醒他。北边种麦子才这样将地围成一垄垄的，种稻子不用开沟。此人对种麦子这么熟悉，应该也是个被流放到这里的知识分子。这位兄台，我看过一本神书，书里就是这样写的，种稻子之前得先育苗，这样才能长得好，长得快。你不妨也试试。夫人莫要说笑了，我可是将农耕记背的滚瓜烂熟，种地我还是略知一二的。又是这本农耕记，害人不浅啊！夫人，快回家吧，各位村长都到了。村长们人呢？墙根边坐着呢。衙门右侧就是进城的路，在那墙根脚下，果真蹲了一排老头，其中一个他还很眼熟，是小沟村的村长刘铁蛋。自古民怕官，他们连衙门的门都不敢乱进。任贝贝端了13碗仙草冻过来，先让各位村长和周丽消暑解渴。夫人，这我们可不敢收，吃不来。村长们看着手中的仙草冻，眼里除了疑惑之外，还有受宠若惊的紧张和拘束。他们人都挤成一团了，谁也不敢吃。各位村长先吃点仙草冻去去暑，一会儿我们再说正事儿。村长们刚开始看着面前黑乎乎的东西，半信半疑的吃了起来，很快众人便被这个美味的东西折服了。各位村长，今天叫大家来，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关于种庄稼更快更好的办法，大家请跟我来。任贝贝再次下田，先给各位村长介绍田垄和排水沟的作用。12位村长立于田埂上，站成一排，仔细的听。在他们的认知里，沈几和任贝贝是读书人，读书人教他们做得上，那就是对的。尽管他们耕作的方式颠覆了他们对种地的认知。这个稻种需要提前2天准备，在水里泡1天，捞出来再晾1天，才可下种。哎呦，这稻子都长芽了。这都长芽了，现在种还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稻种就是要先催芽再下种，这样才能保证它的出芽率，且可以防病防虫。防病？防啥病？粮食还会生病？庄稼都是被鸟吃虫咬的，咋还会像人一样生病？几位村长露出怀疑的目光，在心里嘀咕：这任贝贝又不是大夫，他说庄稼会生病，庄稼就会生病吗？现在再看他会不会种地，都是值得人怀疑的。会的，我们种庄稼的时候，经常会遇到骨碎干瘪发黑、叶尖卷曲变黄、根部腐烂等问题，这就是庄稼生病了。这种时候就需要对症下药。下什么药？下。他突然顿声，下什么药？磷肥、化肥、药素，这个朝代也得有啊。任贝贝忘了这茬，一时答不上来。他的迟疑彻底让各位村长觉得他方才说的不可信。都种了几10年的地了，连他们爷都要屈尊请教的事儿，他一个只会绣花的小姐能懂什么？前进小姐风光惯了，到了这里也要在我们面前摆摆小姐姿态，我配合便是了。
夫人说了是，我们回去定照夫人所说的法子种。不行，这种子是要泡一天再晾一天是吧？我们记住了。不愧是城里来的大小姐，就是比我们这些泥腿子强。众村长害怕神迹是真，对种地的自信也是真。看他们真诚且虚心请教的模样，任贝贝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儿，可就是感觉哪里怪怪的。待到众人走后，任贝贝拉着神迹问道：“神迹，你说他们会按照我们说的去种地吗？”任贝贝还是不敢去信，一想起村长们离开时信誓旦旦的样子，他更虚了。要不是秋耕在即，时间太紧迫，他就挨个村子下去支农了，还是来得太晚了。待秋耕后，我带你去各村看看吧。没事儿，今年要是能把咱家的地种完，也能还朝廷的欠粮，一步步来嘛，你说对不对？告示贴好了，咱们走吧。翌日，神几在前门和后门都贴了招工的告示。计划里今年秋耕有600-700亩地要种，光是靠他们2人是完不成的，所以得招工。任贝贝来了这么久，还没上过街，今天要去定制一批农具，才有机会走到这座城里面去看看。丰耕县的县城就如他在衙门后门看到的一样，黄泥大街、青砖瓦舍，支棚子的茶馆，门口带马厩的客栈，挑担子叫卖的小贩，街上的路人并非非富即贵，普通极了。打铁铺就在前方。神几，你先去铁匠铺吧，我去对面那里看看。任贝贝把前2天下雨在家画的农具图给神几，让他自己去。陈叔，帮我打几样东西。好嘞，大老爷。任贝贝则望着街对角那家书铺，好奇不已。所谓了解一个地方最快的办法，就是看当地的文旅店，好吧？其实他就是想知道这个朝代的文化、文学程度罢了。如果可以，他不只想种地。这个女人有多风流，明明刚成亲没多久，却在大街上抛头露面，还跟别的男人有说有笑。这是你开的铺子，怎么这么早就要关门了？此人正是昨日在田间那个推崇农耕技的书生。是啊，这不要去地里干活了吗？夫人可要买东西，看看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书铺已月余未有一个客人踏入，上一次开张也是半年前了。任贝贝当真不客气，把书铺展出来的书本翻了个遍。这些书有一半是个年的状元赋，上面记载了历年来科举的好文章，还有一半是杂书，有诗词歌赋、民间轶事，还有一些秀才们写的酸溜溜的话本。当然了，农耕技必不可少。这些书怎么都是跟科举有关的，没有生活化一点的书吗？一眼望去，书皮上不是诗词就是科举，就连那民间轶事和话本，主角都是秀才，无一例外。生活化，门外的这般日子写出来哪有人看？丰耕县的日子苦，看着都叫人透不过气儿，写出来不是苦上加苦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你店里这些书都太枯燥了，就没有有趣一点、能逗人乐的书吗？盛京城的书铺也这般不严谨了吗？任贝贝不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关于盛京城，他的记忆只有任家的深闺宅院，没有别的。程老板，抱歉耽误你下地了，我也要去忙着招人了，再见。快中午了，衙门门口依旧冷清如常，连个人影都见不着。难道都没人肯来干活吗？神几，要不我们把招工条件改一改吧？以工抵税粮，这个条件是他主动提出来的，但事实证明，这个办法似乎不太可行。丰耕县都7年没收上来过税粮了，大伙又怎么可能在乎多1年还是少1年？放心吧，大家会来的。神几淡然自若，对丰耕县的百姓十分有信心。果不其然，下午歇息起来，任贝贝正要出门干活，就看到衙门门口蜂拥涌进来一群人。爷，我们来干活了。来的人当中有男有女，穿着布衣，有村里来的，也有城里来的，年纪更是10到80岁都有。夫人，外边贴的告示可是真的，干活真的能抵粮税。是啊是啊，能抵多少粮食？这么个地法儿，不管抵多少粮食，俺都干。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争相报名，生怕晚了就讨不到活了。你推我做甚？我先来的，别挤我。人群拥挤，眼看着就要打起来了。任贝贝赶紧开口制止。各位请听我说，今年秋耕我们分有水田和旱地2个工种，水田的活每完成3亩地可抵1时粮食，旱地每完成2亩地可抵1时粮食。当然我说的完成是指开垦、除草、耕地、下种等一系列的活，直到空地种上庄稼，这块地才算完成，大家可清楚？清楚喽。2、3亩地对从小种地的他们来说根本不在话下，而且种2亩地就能抵1担粮食，那1担粮食卖出来能卖100文呢，这简直是天价。既然这样，那大家现在过来跟我做个登记吧，晚点我们还要讲解种地之法，今天来不及了，明日咱们再正式开工。好，我是五沟村的王贵，住在村东头的王贵，夫人给我一个活儿吧。我也是五沟村的，我年轻，夫人先给我记上。任贝贝和神几个执一比，一个登记旱地的活，一个登记水田的活。衙门门口的这块地，任贝贝交给了城里和附近村子的人干，其余的人基本上都在自己村子里就近干活。以工抵税粮的计划一出，整个丰耕县便以迅雷不及之势投入到秋耕中。有全县百姓的帮忙，任贝贝和神几就轻松多了。每天他们只需验收成果，然后登记，划掉该户相应的税收即可。
晚饭时，沈几从外头回来，手里还拎了条鱼。去厨房放鱼时，看到任贝贝就坐在后院的菜地上，拿着菜刀咚咚咚的在砍像竹子一样的东西。夫人，这是何物？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甘蔗啊，那给你一根尝尝。沈几接过那根黑乎乎的竹子，上下细看，不知该如何下口。把甜汁儿吃完，再把甘蔗渣吐出来就行了。甜的。沈几表情明显比刚才兴奋，迫不及待咬了一口，一股脆软清甜的味道立刻在他嘴里漫开，口舌生津，好甜，而且很解渴。他今日奔波鱼个村，正渴得不行，这根甘蔗正好解了他的渴。夫人，你可会做鱼？当然会做了，我来做饭，你帮我把这些甘蔗都砍了吧。看到甘蔗上的结眼了吗？用手轻轻捏一下，只要结眼不是空的，别的化脓流水烂掉的就可以种。一段这节留2个结眼，最好是头尾各一个。这种这节过长或者过挤的，就把它们丢到那边做备用之种。任贝贝指了指身后那小堆甘蔗，那些都是次品。我知道了。沈几坐在他的小板凳上，拿了一根，按照他方才说的，尝试切了几段。任贝贝见他切得不错，就放手让他自己干。他转身到厨房做饭去了。沈几买回来的是一条约莫2斤重的草鱼，任贝贝也好久没吃鱼了，馋得不行。将那2斤重的鱼刮鳞，一半切块，一半切片，鱼头和骨头用盐简单腌制，一会儿煲汤。鱼处理好后，任贝贝走出厨房，在后院原来的菜地和篱笆墙角摘了些乱七八糟的野菜，就又回了厨房。香茅草去腥，荠菜和马齿碱一会儿下鱼汤，甲楼、薄荷叶煎鱼块的时候可以下锅炸一下，给鱼块提味。夫人，你在墙角放碗做甚？沈几等他吃饭，任贝贝却端了一个碗放到厨房的角落去了。这是鱼头和鱼骨渣，我熬汤时滤出来的，放在碗里引野猫来吃。咱们家老鼠太多了，衙门很大，旁边还有个地牢，老鼠泛滥成灾。任贝贝把煮汤时捣碎的鱼头和鱼骨拿来引野猫，希望能引来城里的猫，治一治老鼠。夫人一来，野猫都有的吃了。自从任贝贝来了之后，他才觉得自己过上了真正的日子，以前那些都只是活着罢了。你别叫我夫人夫人的，听着怪生疏的。这几天老听村民们喊她夫人，沈几也喊，任贝贝都怀疑自己到底嫁给谁了。那叫什么？叫我名字啊，我不是也一直叫你名字吗？沈几在心里尝试叫她全名，听着感觉比夫人还要疏远。那便叫娘子吧。这个称呼他很喜欢，任贝贝不喜欢。能不能换一个？这个太土了。不换。沈几难得一次没有顺着他的意思，语气很倔，沾沾自喜。真是一个清澈愚蠢的小狐狸。任贝贝脑海中第一时间闪过的词就是这个。娘子做的饭最好吃。不过是换了个称呼，沈几就感觉自己做了什么很了不起的事儿一样，处处在炫耀。这个老头有多猛，手上拿了2盒人屎，大摇大摆地走到衙门里，扔到县太爷碗中，他却毫不在意，反而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。原来古时候的人参是一味珍贵的中药，被称为人中黄，具有清热解毒、治疗便秘的功效。许太医，你找本王来有何事？小王爷，这是什么？怎么那么好吃？这老头是谁啊？他是许三郎许太医，因为能及时治好贵妃的顽咳，于2年前流放此处。许三郎没有被全家流放，只他一人在丰庚县，家人都在盛京。只是因为没治好咳嗽就流放。圣朝的皇帝该不会是个暴君吧？那程昭昭呢？他被流放的原因是什么？4年前的新科状元在翰林院编修不到1年，被人排挤，于3年前流放。这么听来，他们也没犯什么大错啊，这就被流放了。难怪他觉得丰庚县虽为流放之地，除了土地贫瘠和穷苦之外，民风还是很淳朴善良的。感情这里并没有什么杀人放火的大恶之人。那你呢？你又是因为什么被流放？二皇子企图杀太子谋反，小王爷的府邸与二皇子府邸一墙之隔，被牵连了。沈几还没说话，埋头干饭的许三郎突然抬头替他开口：“就这也太离谱了吧！皇上他是不是老年痴呆啊？连基本的判断都没有。”沈几和许三郎2人均低头微笑，相视一眼，并未说话。小王爷，姑娘人不错，莫辜负人家。许太医，请停下你的快桌。他都快把桌上的东西吃完了。许三郎像个老顽童，还耍起赖来。别这么小气嘛，大不了我将家人送来的锦缎与粮食分你一些好了。不必，我不。沈几正欲开口，任贝贝就马上阻止道：“许太医，锦缎和粮食我们就不要了。你若真有意，不如我们交换一下条件。”什么条件？只要能让老夫蹭饭，什么都好说。这条件嘛，许太医您先吃，过几日咱们再聊。许三郎看着任贝贝狰狞的笑容，咽了咽喉咙，警惕不过片刻，接着端起汤盆猛灌，喝完就拿着自己的碗筷跑了。娘子，你在打什么主意？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3支1符吗？他明白了，他这是惦记上人家的医术了。好了，吃完就快去切甘蔗吧，明日就要下种了。我去看看仙草冻熬好了没有。这些青皮的，大家装到车上，这是要种在山脚的。沈几昨日已经交代了干旱地活的村民，今日将家里的板车推来运东西。这堆黑皮甘蔗，大家就用背篓和扁担装好，一会儿挑到地里去。黑皮甘蔗的种植环境更加讲究些，所以任贝贝打算就种在水田地里，但并非是占用农田。之前他就分析过丰庚县的地，有些农田沙石过多，土质也差，1亩地里有半亩的秃石。
这些地都被他征用来种黑皮甘蔗了。他们到山脚的时候，甘蔗还没送到。趁这个时间，任贝贝先把玉米和南瓜的种子下了。神几，把我的背篓给我。他的背篓里装的就是玉米种子和南瓜种子。因为种子不多，玉米大概只种了2亩，两人很快就种完了。两人在石头缝里找地方种南瓜的时候，大伙儿到了。哎呦，这玩意儿太沉了，这啥呀？这是夫人，这干的又是皮又是渣的，还不如一碗水解渴。你送这东西，怕是卖不出啥价钱来。麻子，你可别乱说，夫人是盛京城的千金小姐，她做啥要你管？一旁同村的人斥责男人。要是因为麻子一句话惹得任贝贝生气，他不让他们村帮忙干活，抵不了税就完了。原来他叫麻子，他定是路上吃过了甘蔗才能说出这样的话，真是个无赖啊！甘蔗确实可以直接吃，特别是在这种日头能把人晒化的时候，吃一口正好。不过我种甘蔗不用是用来吃的，是用来熬糖的。咱们丰庚县太缺糖了，糖的资源基本上都控制在盛京一带，咱们只能自产自救了。任贝贝毫不避讳地跟他们说自己的制糖计划，反正整个丰庚县的甘蔗都是他的。别人没有，不怕竞争，也不怕偷。要是有人敢对他的甘蔗做什么，通过甘蔗皮、甘蔗渣就能立刻查出来。熬糖，听到糖这个字，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。他们有的人只听说过糖这个东西，但从未尝过。他们不知道糖是什么味道，也不知道甜是什么味道。夫人，这东西种多久能熬糖？咋熬啊？这个问题，任贝贝不禁警惕起来。他们不会今天帮他把甘蔗种下去，晚上就偷偷来把这节挖走拿去吃了吧？第一茬怎么着也得种上1年，要是这节没生毒的话，就快些。任贝贝拿起一根蔗节，故意说道：啥？这玩意儿还有毒？呸呸呸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我要是死了，大伙可一定要为我讨回公道啊！麻子高呼着为自己喊冤，还企图忽悠大家为自己讨公道。他虽没有指名道姓是谁害了他，但却句句在给任贝贝定罪。大家放心，不是所有这节都有毒，只要大家别像某些人一样馋嘴，就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众人脸上均闪过一抹心虚，他可没撒谎。昨天切这节的时候，他的确看到有几根甘蔗枝心变红了，那些是有毒的。不过看麻子的样子，他运气不错，没吃到有毒的这节。任贝贝这话彻底打消了那些心怀不轨的人的心思，他们不敢冒险，万一真就倒霉吃到一根有毒的怎么办？大家歇息好了吧？歇息好了，咱们就开始种甘蔗吧。任贝贝再次手把手教大家种甘蔗。从招工开始，接连忙活了7、8天，旱地开垦完成，甘蔗和玉米、南瓜全都下种了，剩下的就只有稻子还没种。今天他又预测了天气，4天后会有一场不大不小的雨，秧苗也差不多了，他要趁下雨之前把秧苗插完。这样一来，新土加新雨，秧苗和刚种下的甘蔗、玉米、南瓜都能长得很好。神几，咱们的农具打好了吗？我去镇上问问陈叔吧，你在家好好歇歇，别整天下地了。任贝贝嫁给他不过大半个月，就比刚来的时候黑了许多，细嫩的手心也长了茧。神几看着满头大汗的他，心疼不已。别人上山不是砍柴就是打猎，他却捡一堆枯草藤带回家，还将其熬成一锅黑色的不明物体，拿去集市上售卖。虽然看似埋汰，但客人却络绎不绝。原来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。昨天他卖1文钱1碗供不应求，今天直接涨价到2文钱1碗了，却依然还是人满为患。仙草冻，卖仙草冻嘞，清凉解暑的仙草冻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夫人，你这是做的啥？妇人将目光转向旁边木桶里黑乎乎的东西。婶子，这是仙草冻，解暑的，刚从井里捞上来的，你瞧还是凉的呢。这个2文钱1碗，尝尝不？没办法，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，能赚钱的他都要试试。沈几在丰庚县10年，积蓄基本是0，只靠他嫁妆剩余的10几两银子，根本不够他们生活，更别说他们还要留着银子发工钱给招工的人了。那我尝尝吧，要是好吃就再买1碗。好嘞。他将黑色软弹的仙草舀到碗里，倒上一点甘蔗汁，搅拌搅拌就好了。婶子，试试吧。小夫人，能给我也来1碗试试不？我也试试，给我1碗。我也要，给我也来1碗。哟，这东西冰冰凉凉的，吃一口舒服的紧啊。是啊是啊，不仅凉，还甜，又甜又软，太好吃了。这黑乎乎的东西看着不咋样，吃起来简直是仙品。小夫人，这是盛京城最新出的吃食吗？任贝贝很想说不是，但貌似盛京城这3个字能带动销量，他便不否认也不承认。一群村民守着这个小摊子，边吃边聊起往事来。刘家的，你们被流放多久了？朝廷可说你们几时能回去？10几年了，时间长到连我都记不清多久了。至于归期，那人笑着摇了摇头，在他眼中已看不到任何回去的期望，看来是认命了。其他人又何尝不是这样？能保住一命，流放至此就该庆幸了，何敢谈归期？任贝贝听他们聊天，心中再次感慨：丰庚县县城里果然9成都是曾经辉煌过的被流放之人，分辨不出他们，是因为他们来得太久了，早已融入这里。也有福了，乔夫人一来，咱们丰庚县都有生气了。
大伙说是不是？沈几的为人和平时的性子，大家都熟悉。夫人竟肯放下身段做生意，大伙看在眼里，同时也替她感到高兴。过日子就该这样。承蒙各位抬爱，以后还请大家多多照顾。互相照顾，互相照顾。对了，后日有一场大雨，大伙儿今天要是得闲，就去把地里的水去通一通，不然田里要积水的。下雨。众人齐刷刷地抬头望天，天上日头烈得很，站一会儿就暗涔涔了。怎会下雨？但想起2个月前任贝贝预言的那场大旱之后的大雨，他们又有点相信了。小夫人，你到底如何知道老天爷何时会下雨？这个啊，我会看云。看云？众人再次抬头，那云都是白的，怎么看出来他后日有雨？总之，今日若得闲，就去地里通一通水沟吧，有备无患嘛。哎，就去。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就感觉听他的准没错。摊子只支了不到1个时辰，东西就全部卖完了。任贝贝粗略算了一下，3钱17文，居然卖了这么多钱。任贝贝悄咪咪地走到一个无人的巷子里，打开了久违的系统。恭喜宿主赚到了第1桶金，系统商城进行升级，解锁更多商品，并且开放空间储物功能，可存放小型物品。下次升级需要存放10两银子。他将银子全部存了进去，又看了看升级后的系统商城，发现果然又多了很多东西，连活的小鸡仔都有的卖。任贝贝点开了小鸡仔的介绍：3黄鸡，产蛋率高，生长周期短，肉质肥美，只不过价格有点贵，居然要90文一只。他咬咬牙买了6只小鸡仔，又琢磨了半天，买了些葡萄就回去了。一会儿你跟大家一起去田里把水沟通了，我在家把葡萄种子浸泡了，后日下雨土松了，咱们就种葡萄。你吃过葡萄吗？吃过。幼时西江曾进贡葡萄，我与皇兄、母妃共分到了7粒，母妃吃3粒，我跟皇兄1人2粒。确定是7粒葡萄，而不是7串。钱是什么水果都很轻易就能吃到的他，确实不太敢相信。这哪是分葡萄，这简直是杨贵妃吃荔枝啊！可怜的孩子，你放心，明年夏天我让你吃葡萄吃到吐。吃到吐？谁会这么吃东西？哎呀，就是让你吃到饱，吃到不想再吃的意思。快点吃吧，咱们地里还有好多活呢。吃完饭，两人扛着锄头，背着背篓去了田里。经过这些天时间，菜园各种菜都长出来了，生机盎然。豆苗、瓜苗更是夸张，都攀爬到杆顶，开始往架梁两边生长。任贝贝先是把空间里的葡萄籽拿出来浸泡，让种子吃饱水种下去，才能更快发芽。把葡萄籽泡好后，他将仓库里拳头大小的小鸡放出来，他给菜地除草松土，松土的时候经常会翻出蚯蚓，6只小鸡就跟在他身边不停地夹着餐。正低头松土的时候，耳边传来一阵凄厉的哭声，抬头就看到院墙外一个妇人背着行囊，拿着扫把，不停地朝一个未成年的小丫头头上抡。小女孩被打得哇哇叫，双手却抱着旁边男子的腿，一刻也不肯撒手。爹爹，二娘，我会乖乖听话的，不要丢下我好不好？小女娃被扫把抡得浑身是伤，无辜的样子着实令人心疼，一边哭一边讨好着这对狗男女，而一旁的男人却狠狠地推开了她，看都不看她一眼，满脸写尽了冷漠，仿佛这个女娃不是自己亲生的一般。这个小女孩有多可怜？亲娘死后还没过头期，亲爹就娶了个带着2个姐姐的寡妇做续弦。一开始二娘还会在她亲爹面前装模作样的对她好，可是后来生了弟弟后，母凭子贵就开始暴露出恶毒的嘴脸，不仅让她天天上山砍柴回家做饭，家里的家务都是她一人来做。后娘稍不满意，还对她非打即骂，2个姐姐也天天欺负她，可是她亲爹却装作没看见，压根不管，只因为她是个女孩。很快路边上就围满一群看热闹的镇民，任贝贝在一旁听着镇上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起秦家来，还听到小女娃被这2个狗男女毒打虐待的事情，不由得心中升起一抹同情。你们这是在干嘛？这么小个女娃，再这样打下去会出人命的。这是我家的家事，虽然你是县老爷的夫人，我很敬重你，但你胳膊伸的也太长了吧，连别人家的家事都要掺和。刘江霍趾高气扬地说道，虽然他嘴上说着尊敬任贝贝，但满脸却流露着一副要不是看在你是县太爷老婆的份上，我鸟都不鸟你的态度。让沈夫人见笑了，这是小人家的贱丫头，几日前我早已为小女定了亲，就不方便带上她了，在下先走了。说罢，他正要挥袖离去，任贝贝连忙叫住了他。等等，你们这是要去哪？去哪？当然是逃荒去，还能去哪？留在这鸟不拉屎的穷乡僻壤要啥没啥，没法活了。正好朱屠夫要给10钱银子的聘礼，我们一家4口打算去隔壁县的娘家做生意谋生。刘坚霍翻着白眼，在一旁说着风凉话。朱屠夫不是镇门口那户杀猪的吗？年龄都有30-40岁了，听说娶了好几任老婆都被打死了，是镇上有名的劲夫。这小女娃娃看起来也才11-12岁的样子，他们竟然为了这几两银子把女儿往火坑里推，你们还是不是人？这小女娃才11-12岁就要将她嫁人，她能吃你们家几口饭？沈夫人，
你这话可就不对了。女人迟早要嫁人的，早嫁晚嫁都一样。况且朱家是杀猪的，条件也好，招娣嫁过去就是享福的命，有什么不妥？就是说，自古以来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我身为他亲爹，为自己女儿操办婚事，难道轮得着你一个外人之手吗？再说人家朱屠夫已经给了3两银子的定金了，我岂能说退就退？你还是当好你的县夫人吧，少管我们家的闲事，咱老百姓家的苦，你一个金枝玉叶的大小姐哪会懂？任贝贝看着2个狗男女的嘴脸，顿时心生恶心，不屑与他们多争辩，但又看着这小女孩实在可怜，又不忍心不管。你是禽兽的女儿，民女秦招娣见过夫人。秦招娣声音极小，倒是温温柔柔的，看起来乖巧极了。你爹说你们全家要搬家了，是真的吗？任贝贝怀疑禽兽是为了让他走，敷衍他说的假话。说到这个，秦招娣的眼神霎时变得灰暗。方才他还只是胆小，现在他身上多了一股淡淡的忧伤。爹爹和二娘会将姐姐跟弟弟带走，不带我走。看着小女娃难过的神情，似乎不是因为不带她走，而是她被秦家卖掉了。你家人不带你一起走，对吗？爹爹让我留在此处等候，定亲的人会来接我。那朱屠夫的事情，全镇上的人都知道，爹爹竟还要她留下嫁给他。其实他知道，这都是二娘撺掇的，二娘就是不想带他走罢了。任贝贝一个外人都看得出来，这是个借口，但这毕竟是人家的家务事，就算他站出来替秦招娣说话，界县夫人的事强行让禽兽带上秦招娣离开丰庚县之后，秦招娣也不会好过，说不定还会被秦家丢在某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。既然这样，他不如留下秦招娣。招娣，你可想跟着我过？秦招娣不知道他为何突然这么问，只要不是嫁给朱屠夫，他跟着谁都行，最起码都比死在朱屠夫手里强，便连忙点了点头。那你做我的养女吧，我将你当亲生闺女养着。秦招娣瞪大了双眼，不敢置信地看着任贝贝。同样在场围观的众人无一不震惊，自古以来女娃从来都是被抛弃的，就算领养也都会养男娃，从没听说哪家会领回来个半大的女娃养的。这可使不得，沈夫人，我们已经收了朱屠夫的定金了。再说我辛辛苦苦把她拉扯到11岁，没有辛劳也有苦劳，这么个大闺女，你说捡走就捡走？刘奸货摆明了想要钱，居然连这种鬼话都说得出口。她才嫁给禽兽不到5年，再说秦招娣看着瘦瘦小小营养不良的样子，定是在家里上顿不接下顿的，过着3天饿9顿的生活。忽然他灵机一动，开口道：禽兽，我们做个交易如何？啥交易？断亲，我来当这小女娃的亲娘，以后与你老秦家没一点关系。你做梦，我好好的大闺女怎么会白给你？就是说，不要以为你是县令夫人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刘奸货在一旁煽风点火道：你们不如先听我把话说完，只要你们答应，我可以立马拿出10两银子来。听到任贝贝愿意立马拿出10两银子，刘奸货愣怔了下，朱屠夫的聘礼还要过几天才能拿到手，他正想连忙点头答应，禽兽却连忙跳了出来：我不同意，我是招娣的亲爹，你休想让他与我脱离父女关系。任贝贝却满脸笑容地问着秦招娣：你只需要告诉我这个决定同意不同意，旁的事情不需要你管。秦招娣连犹豫都没有，正色道：沈夫人，我同意，我真的不想嫁给那个老男人做续弦。混账东西，这里哪轮得着你一个小丫头骗子说话？禽兽正要对着秦招娣破口大骂，任贝贝先一步说：12两银子。禽兽身体一震，眼中是无法掩饰的震惊。你说啥？禽兽与秦招娣这层关系，我出12两买断，此外还多出3两银子赔给朱屠夫那边。今天在场全是人证，写下断亲书，按上手印，我便立刻掏钱。刘奸货忙不迭走到禽兽身边，扯了下他的衣袖，不大的声音里满是贪婪和激动。不答应你还寻思个啥？12两，这可是12两白银，镇上过继个男孩也才不过5000银子，而且那3两银子也不需要咱们赔。自从嫁给禽兽后，杨家就动不动接济老秦家，禽兽又是个烂酒鬼，不赚钱尽往外花，家里剩下的也不过1000银子，刘奸货怎能不对12两动心？这对狗男女有多可恶？老婆刚死还没有过头期，2个人就勾搭到了一起，还要将他唯一的孩子嫁给一个30岁的老男人。老秦，要不我们还是答应他吧，大头以后可是要当秀才的，定少不了花银子。那不行，我老了以后还得指望我女儿给我养老送终。是翠花、如花不能给你养老，还是大头不能给你送终咋地？干啥钻那个牛角尖？大头长大当了秀才，肯定比这个哒哒哒的更孝顺你。见禽兽还是犹豫，任贝贝补充道：你们聪明的话就答应了吧，机会可就这么一次，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。趁姑奶奶我现在正上头，还愿意收留她，倘若我等下想开了，不愿意掺和你们家的破事了，你们再后悔可就真来不及了。我们答应，
只要你拿13两给我和老秦，我立马在断亲书上按手印。这帮只顾着眼前利益的蠢货，就算拿了这10几两银子，估计过不了多久就没了。禽兽被刘奸货与任贝贝说的话动摇了，心下一横，贪得无厌，竖起2根手指头。20两银子，拿钱我就答应，否则就让他嫁给朱屠夫。众人纷纷倒吸了一口气，一是震惊任贝贝为了救孩子的决心，在场几个人哪里一下子见过20两银子的；二是震惊老秦家这烂根的门户，唯利是图，倒行逆施，为了钱连县太爷的老婆都敢坑。我答应你，这20两是他从盛京城来最后的嫁妆钱，为了招娣与老秦家人彻底了断，他接受。倒是要看看这家利欲熏心的人，一夜穷人乍富，又会如何算计争斗。刘铁蛋，烦请你帮忙当个见证人，一旦禽兽写下断亲书，从今天开始，秦招娣与老杨家再无任何关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20两不是一笔小数目，维持现状不好吗？我考虑得很清楚，你尽管帮忙见证便是。刘铁蛋欲言又止，任贝贝这副态度，估计自己劝也无用，无奈的长长叹了口气。还有我的，你给我多少钱？还有我们2人呢，你可不能看我们姐妹俩不争不抢就漏掉我。对对对，还有他二娘的跟他2个姐姐和弟弟的，我毕竟是孩子的亲爹，他们就一人给个5两吧。你们还能再无耻一点吗？你啥意思？难道想不给钱就打发我们？我给禽兽钱，因为他是孩子的生父，你们算哪冒出来的葱，也配让我为孩子花钱买断关系？我说刘奸货，你们跟他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，亲爹这边都断了，你们连个旁系血亲都算不上，想要钱咋不去做吗？就是说啊，这不摆明了讹人吗？讹人讹到县太爷老婆头上，我看你们一家是想蹲大牢吧？我听说这2人老早就勾搭上了，我都怀疑招娣亲娘是被他们2人害死的。那可不是，连亲女儿都敢卖的人，什么事情做不出来？刘奸货一听村民们谩骂声一片，甚至造起他们谋杀招娣娘的谣来。任贝贝再怎么讨嫌，毕竟也是县太爷的老婆，虽然古时候卖女儿不犯法，但杀人可是重罪，怕真的蹲起大牢来，吓得连忙说道：刚刚我只是开个玩笑，20两已经很多了，我们现在按手印。说完便向禽兽眨了眨眼，禽兽也不是个憨货，看情况不对，连忙见好就收。银子拿过来吧，手印我先按。按了手印，你们和秦招娣便彻底划清界限，礼尚往来，生老病死都和他无关，这样还要断亲吗？没问题，我按哪张纸？3张纸都要按，按最下面这里，1张给你，给沈夫人1张，在我这1张。按完手印拿到银子后，禽兽一脸奸笑的拿着20两白银，大摇大摆的走出了分更县。这不是小沟村秦家的小女吗？以前是，但现在是咱们的孩子了。望着沈几一脸疑惑的样子，任贝贝便把刚刚发生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的说给了沈几。沈几听后大吃一惊，随后眼泪止不住的流。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狠毒的后娘跟这么狠心的爹？这2个狗东西真是丧良心！要不是他们溜得快，我今天非要把他们押到大牢关起来。沈大人不要哭了，我替你擦擦眼泪，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还叫沈大人呢？叫爹，以后爹好好疼爱你，再也不让你受欺负了。说完，沈几一把将秦招娣抱住。爹爹，哎，真是乖女儿。还有我呢，还有我呢。娘，哎，宝宝真乖。虽然任贝贝穿越前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根本没想过结婚生子这回事，但是看着小女娃可爱的脸庞与稚嫩的叫声，她这颗心都被融化了。以后也别叫招娣了，这名字不好听，听起来像为了生出儿子多出来的工具人一样。叫猪猪吧，沈猪猪，我们沈家的掌上明珠。猪猪喜欢这个名字，就叫我猪猪吧。谢谢爹爹给我取得新名字。沈猪猪，不错不错，真是个好名字。等下要吃饭了，咱们吃过饭后回房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娘带你玩去。知道了，娘亲。猪猪这就去给爹爹跟娘亲做饭吃。傻孩子，不用你来做饭了，囊做给你吃，尝尝囊的手艺如何。一眨眼的功夫，任贝贝端来了一桌子饭菜。沈猪猪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肉菜，馋得2眼放光。以前能吃上1碗野菜粥就是最好的了。娘亲，这些猪猪真的可以吃吗？做给你的，当然是给你吃的，这是我特地给猪猪做的，没放辣椒，一点都不辣。辣椒是什么？沈猪猪好奇地问道，2个水汪汪的大眼睛充满了疑惑。辣椒是一种蔬菜，以后娘慢慢教你认识各种蔬菜，教你做各种小吃，再把你送到学院去教你读书认字。读书写字？娘亲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听秦叔叔说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女孩子不能读书认字。猪猪要做一个有品德的好女孩，不读书认字。
哈哈哈哈，这么快就成秦叔叔了？猪猪，不要瞎听他说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意思是，即使女子没有学识，但能分辨是非，就是一种德行。但有学识、有文化更好，可以让自己变成更优秀的人，用所学的知识帮助别人，为百姓谋福利，为国家做贡献，这何尝不是更高尚的品德？猪猪愿意学习，愿意为老百姓做事情。猪猪要成为圣朝最有品德的女生。猪猪真有出息，不愧是我神级的女儿，将来必定能成为圣朝的一代才女。将刚采摘的莲藕洗净，然后与猪肉一同切末，放入葱姜蒜料酒去腥，打入一个刚下的公鸡蛋，放入面粉搅拌均匀，油温6成热时下锅炸至定型，一道莲藕丸子就做好了。娘亲，这油炸小丸子是用什么做的？清脆爽口，又夹杂着肉的鲜香，好好吃呀！这是用莲藕做的，这东西可是有大用处呢，说不定将来能让我们整个县城的人都发财致富呢。一大清早，任贝贝一家3口就上山寻宝去了。快到半山腰时，被一大片湖泊拦住了去路，湖里面的荷花竞相开放，多到差点要溢出湖面来。这本是小沟村后山上的小池塘，之前大旱3年，池水早已干枯了。没想到这段日子雨水充沛，反而又形成了一个大湖，还长满了花。这大自然真是鬼斧神工呢！这池子里的花可不一般，可是重要的粮食作物。粮食？你说这花是粮食？娘子，你莫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我指的不是花，而是花下面的根茎，就是这个东西。咱们多采摘一些，我回家做给你尝尝，你便知道了。娘子，你就在塘边坐着吧。这水里有家人的水蝎子，你莫要下去了。水蝎子？你说河里吗？河里塘里都有，老早就有村民们反映了。不知道从哪儿跑来的那么多水蝎子，怎么也捡不完。蝎子人贝贝见过，水蝎子他没具体印象。出于好奇，也出于安全考虑，如果水里真有那么多蝎子，就必须要重视起来。蝎子有毒，会咬人，轻视不得。神戟从池中挖了一截莲藕上来，正好他腿上夹了只水蝎子。他掰开水蝎子的钳子，对他玩笑道：“你说这花的根茎能吃，那这个水蝎子是不是也能吃？”他本意是想跟他开个玩笑，希望他不要见到什么就吃什么。可谁知道任贝贝见了这水蝎子，大吃一惊。天哪，这竟然是小龙虾！龙虾！神戟望着手里头大身长，有很多角，还有股鱼腥味的水蝎子，这个长得跟蝎子差不多的东西，名字里居然带个龙字。开玩笑吧？你从哪捉来的？这就是我说的塘里的水蝎子啊！任贝贝这才知道，原来他说的水蝎子就是小龙虾。什么水蝎子？这是我的再生父母。你知道麻辣小龙虾卖的有多贵吗？任贝贝迫不及待下水，一脚踩下去，就踩到了2只小龙虾，他差点就被夹了。得，看在你们卖的贵的份上，我就不跟你们计较了。他拿来簸箕，一脚踩在塘里，一脚踩在岸上，接着随手一抄，簸箕里泥水褪去，那黑青中带着暗红的龙虾就在簸箕里爬行翻滚。随手一抄就有7、8只，简直比人工养殖的还要多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相公，咱们找人再挖2个塘吧。既然小龙虾已经住进这个湖里，倘若在旁边多挖2个水塘扩大，小龙虾有更好的繁殖空间，定然也会越来越多，可以做丰庚县的水产养殖第1个项目来启动。没问题，趁这个梅雨季节，找人多挖几个水塘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以后也可以用来储存水源。娘子，那你今晚做这个水蝎子，给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人尝尝。他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味道，竟叫他家夫人这么激动。是麻辣的、蒜蓉的、13香的，我高低给你整1盘。捡不完，河里的宝贝根本捡不完。神戟下水去捞龙虾，任贝贝则跟沈猪猪在岸边摘莲藕，一边捡一边碎碎念。都捡了满满1背篓，他还不肯停下来，太上头了。娘子，够了。神戟也捞了1背篓的龙虾，应该有7、8斤。再看他的背篓，全是莲藕，怕是要背不动了。快，咱们回家吃莲藕、麻辣小龙虾喽！去抬个水缸出来，小龙虾得泡上1天，让他们把泥吐干净。今天咱们先吃莲藕吧。这会儿快到吃午饭的时候，衙门里的人陆续回家吃饭。三娘子忙活啥呢？朱师爷，我摘了一些莲藕，捡了一些小龙虾，晚上一起吃饭吧。任贝贝热情邀请，谁知朱金华并不买账，他只是看了一眼缸里的小龙虾，道一句：“原来是水蝎子啊，再吃不得。”说罢，朱金华揉着手腕往外走去。他饿坏了，得赶紧回家吃口饭。不止他一人，后面走来的几个捕快亦是如此。看到水缸里的小龙虾，任贝贝邀请他们晚上一起吃饭，他们都不回答。神戟，咱们摘点菜吧。龙虾跟莲藕都在水里泡着，任贝贝换了衣服，把神戟叫到菜地里。番茄得打枝了，豆角断掉的架子也得重新支上，瓜棚也是。经过快2个月的时间，很多蔬菜都能吃了，豆角、番茄、辣椒，还有各种瓜类都挂果了。要摘哪些？既然要炒小龙虾，当然是要辣的。任贝贝摘了一个小手指大小的朝天椒，要这种全红的，那些青的、半红的不要。
菜地里很多菜都能吃了吧？咱们也吃不完，娘子你打算怎么办？菜嘛，我打算跟之前一样，支个摊子就卖。现摘现卖，丰庚县的消费能力再差，他们家这几亩菜地还是能消化掉的。辣椒，我打算找个酒楼和小龙虾一起做熟食生意，今年还不能单卖辣椒。任贝贝已经决定把辣椒作为丰庚县的特色产业之一去发展，引领全新口味。但他不能直接卖辣椒，辣椒里都是种子，百姓们买回去自己种了吃倒没什么，就怕他们胡乱做生意，胡乱发挥厨艺。扰乱市场的同时，也破坏了消费者对辣椒的好感和期待，从而导致辣椒不被接受。酒楼，他将水蝎子仔细冲洗，然后起锅烧油一顿爆炒，接着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塞到嘴里。啊，简直是人间美味！沈娘子，你就这么水灵灵的吃下去了？这水蝎子可是害虫，吃了可别出什么毛病。能吃，味道还特别好。王爷，你有没有觉得任小姐跟听说的不太一样？这省京城千金大小姐不应该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吗？怎么又是下地又是做饭的，活像个农家妇？是有些不一样，刚送来明明还是个体弱多病的小娇娘，卧床不起，一动也不动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生龙活虎起来了，可能是鬼门关前绕了一圈，心境变了吧？你们在哪嘀咕什么呢？快来尝尝。真的能吃吗？没毒？有没有毒你尝尝不就知道了，反正我没中毒。再说徐太医在这，你怕啥？朱金华内心挣扎了一番，学着任贝贝的吃法开始剥壳，然后闭上眼睛一口塞到嘴里。老朱，你没事吧？能有什么事情？你们要是不吃，我就不客气全吃了。其他人看着朱师爷一个接着一个的塞到嘴巴里，这才拿起水蝎子开始大口吃起来。哎呀妈呀，这可太好吃了！没骗你们吧？娘亲，这水蝎子居然这么好吃，味道可不比肉差。是啊，娘子，你是从哪学来做这个的？以前我有个贴身丫鬟是湘南这边的，我见她在厨房做水蝎子吃，我闻着怪香就去尝了一口，果然十分美味，就让她将方子告诉我了。昨天下水看到了水蝎子，这才想起来，那边人管这个叫小龙虾，不叫水蝎子。沈娘子，我二哥是镇上开酒楼的，可否将这方子卖给我们家酒楼？朱师爷说的正是衙门斜对面不远处的福克莱酒楼，那个酒楼生意并不好，因为大旱的原因，城里所有的大小饭馆都关门了，到如今也只剩小食摊3、5个，酒楼也仅有福克莱一家。这方子我可不能卖，但是倘若朱师爷有意跟我合作，我可以送炒制好的水蝎子过去，价格就按进价。任贝贝当然知道，这配方一旦一口价卖给别人，自己可就赚不到什么钱了，毕竟他还要靠着这水蝎子来捞第1桶金。沈娘子这话也对，那明天来福克来酒楼赏脸吃顿饭吧。做生意这种事情，我一个读书人也不懂，你与我二爹好好商量一下供货的事情。什么？三弟，你读书读傻了吧？你居然要酒楼收这个水蝎子，你是嫌咱家生意还不够黄是吗？福克莱酒楼最近菜品大跌，养猪的、种菜的、打猎的，他们都需要时间去把猪养出来，把菜种出来，所以这段时间里，福克莱一天也凑不出一桌像样的饭菜，吃得起福克来一桌饭菜的人家也少。我说三弟，你不能为了你的前途搭上咱家祖传的酒楼呀！再说这沈娘子可不是个好货，前2天还搅黄了我的婚事。说话的正是朱屠夫，前几日任贝贝刚搅黄了他的婚事，他正愤愤不平，要不是看在他是县太爷老婆的份上，他早就在这个小县城销失匿迹了。大哥，你那点破事，要不是我求爷爷告奶奶的给你压着，你还能这样潇洒快活？这件事一旦传到沈王爷的耳朵里，按他那个脾气，你早秋后问咱了。得了吧你，老三，我看你就是读书读傻了，他们没有证据也拿我没办法。再说咱朱家在这个县城可是纳税大户，他虽然贵为王爷，但那也是被流放之前，如今他一个小小的7品县令，能拿我们家怎么办？行了行了，大哥三弟都别吵吵了，我们一家人何必为了一个小娘们争来争去？神机再不济也是个县太爷，倘若得罪了他定没好果子吃。但是大哥这个仇我们以后再跟他算账，明天我去会会他，收水蝎子这件事我会想办法拒绝他的。可是二哥，那水蝎子吃起来是不错，咱不能鼠目寸光呢。这省京城来的大小姐是有2把刷子，水蝎子好吃我就得收吗？这好吃的东西多的是，他欺负人欺负到咱家头上，你这个白眼狼不心疼你大哥，我还心疼呢。一家人胳膊肘可不能往外拐，这臭娘们敢来我们朱家的地盘撒野，这天高皇帝远的还敢管起老子来，二弟我支持你。朱金华看着大哥二哥这怒气冲冲的样子，也不好多说什么，毕竟这2个可是自己的亲哥哥，只怪自己嘴长，早知道他就不提这么一嘴了。哎呀，这不是沈大夫人吗？久仰久仰。
朱掌柜，昨晚你应该也听朱师爷跟你提起过我这个水蝎子的事情了吧？你看你这边想多少钱收？沈夫人，小弟他一个读书人，对家里生意上事情一窍不通，我们这边不收水蝎子。镇上的人也没有成京城的人那般洋气，也不吃水蝎子。但是看在你是县令夫人的份上，你若是有诚意与我们福客来合作，那我们就委屈一下，愿意出2两银子来收你这个配方。看来贵酒楼也无意诚心与我合作，我这方子不卖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沈夫人，那就走好不送。咱这小店虽然客人不多，但后厨忙得很，那就失礼了。实在抱歉，沈夫人，我也不了解生意上的事情，只是觉得夫人您做的水蝎子确实好吃，这才想叫您来的。没事的，我也理解，商人无利不起早嘛。朱师爷还别往心里去。任贝贝早就知道生意没这么好谈，毕竟这边的人也不吃水蝎子，没有市场。尽管自己有县令夫人这个名头，也没有哪个酒楼敢拿自家生意开玩笑，陪他瞎折腾。村民们看到这个东西就避之不及，生怕被夹上一下就中毒身亡，而他却将其做成食物，还边吃边叫卖。可一旁的人却觉得他穷疯了，甚至路过的外地人还朝他碗里丢上几文钱。哎，丰庚县真是要完了，连县令夫人都开始吃这种虫子，还拿出来当宝贝卖。卖水蝎子了，又香又辣的水蝎子，吃了还想吃。你莫不是穷疯了吧？这种东西在乡下剁碎了喂鸡鸡都不吃，你居然想卖给人吃？可不就是穷疯了咋地？人咋能吃害虫？要是真有人买回去吃坏肚子，你担当得起吗？大哥，这水蝎子真的可以吃，你看我在这吃不就好好的吗？这玩意真能吃啊，看着红彤彤的，怪瘆人的。阿公，您尝一个试试看，这配方可是湘南那边传来的，那边的达官贵人们专门买这个来吃，比粮食卖的还金贵呢。那给我一个先尝尝吧，不好吃我可不给钱哦。任贝贝给老翁拿了只冒着热气的麻辣水蝎子，然后又给边上看热闹的人每人发了一只。大家都来尝尝，要是有毒的话，我自己吃了岂不是早就中毒了？都尝尝看吧。大家看着手中的水蝎子，还是不敢尝试，都在等着第一个老翁先吃。老翁包好虾后，犹豫了一下，塞到了嘴里。这一尝不要紧，老翁吃完后直接愣在了原地。大家快看，这阿公中毒了，眼珠子都不转了。我就知道这水蝎子不能吃，你这不是害人吗？水蝎子真的没毒。阿公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奇怪，所有的卫生程序都已经把控得很好了，香料也是在徐三郎药铺买的，不可能中毒才对。老翁过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。老头子，我活了大半辈子，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，真是太好吃了。阿公，你真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我刚刚就是震惊，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好吃的东西，鲜香的不得了。湘南那边不愧是鱼米之乡，咱这边不要的水蝎子都能做得这般好吃。众人见老翁确实不像有事的样子，这才半信半疑的跟着吃。片刻后，开始纷纷赞叹起来：“我的老天爷呢！水蝎子竟然这么好吃，比酒楼里的猪肉还要香呢！我也要买点回去给家里的娃都尝尝，太好吃了！5文钱一斤，想买的来我这里排队。”大家一听到价格后，又纷纷退缩了。蝎子甜，这水里面河沟里到处都是，1文钱一斤都不带有人要的。你拿回家做熟了卖5文钱一斤，比粮食都卖得贵，太黑了吧？沈猪猪也觉得母亲卖贵了，水蝎子都能卖到精米的价格了。可人贝贝是计算过价格的，水蝎子虽然不值钱，但是香料成本加起来就高了。大家看看上面的油光，光猪板油现在都多少钱一斤啊？里面还掺杂了甜水和各种香料，5文钱一斤，真没多收。好像是有点甜味在里头，我看这里面还有八角呢，想来这配料是真的不便宜。那不然怎么能把虫子做得这么好吃？这水蝎子不比酒楼的肉香，你们不买我买，给我这个老头子先来1斤。还是阿约你识货，不是我吹，即便是大家抓了水蝎子拿回家做，也做不出我这个味道。投10单我多给半斤，不赚什么钱，就当是给大家尝尝鲜了。众人觉得老头子说的有道理，又听任贝贝说投10单多给半斤，纷纷上前要买。他带的2桶水蝎子，连汤带水，很快就卖完了。任贝贝在一旁算了算账，我的妈呀，18两银子！没想到这水蝎子能卖这么多钱，去掉本金的话，大概赚了10两银子。他又打开了商城系统，买了些料酒、猪板油，又去徐三郎那儿抓了些香料就回去了。路过3沟村李正家时，让沈猪猪拿着东西先回去了，自己则去了一趟李正家。吴村长、吴大娘，家里有人吗？是沈夫人呀，还没吃饭吧？快上家里一起吃点。不了，我来跟吴村长商量个事情。啥事啊？还需要沈夫人亲自过来一趟？是这样的，
我一个人在镇上做了点小生意，长期需要人手帮忙。我看人也不太准，不知道吴村长可以帮我找些老实本分的人来帮我干活，活也不白干，一天15文工钱。那村上可是太多了，大伙正愁着忙完地里的农活后没活计做呢。沈夫人您放心，我今天就挨家挨户帮你找人，不是老实本分的，咱不会往你那儿送。跟吴村长又唠了一会儿家常后，任贝贝又回家看看家里的菜地怎么样了。娘子，这辣椒已经熟透了，可以摘下来卖钱了吧？不急，这辣椒摘下来后先全部晾干，取出里面的种子，等过2天天气好后，咱们就育苗大面积种植。娘子，这玩意再怎么说也不是粮食，种这么多不会砸手里吧？这东西我起初想做成麻辣小龙虾来卖，但是只凭丰耕县恐怕承受不了那一大池子的小龙虾，还有以后种的辣椒。我打算去丰知县碰碰运气，明日我去看看。你把薛伯的地址给我，我顺便去看看蚕蛹的质量。你要去丰知县？沈几一愣，他的主意已经打到丰耕县外面了吗？也好，明日我送你去，正好我去拜访一下丰知县的秦县令跟刘员外。他每路过一个村庄，出来后手上就会多2只练习时长2年半的坤坤，每去一个集市，街头的小贩都会自觉地拿出银两来孝敬他，还美其名曰为摊位费，稍有不从便会遭到棍棒相加。而他却在华丽的府邸中品尝着美酒佳肴，欣赏着歌舞升平。下官见过王爷王妃。说话之人正是丰知县的秦县令，虽然表面看着正派，细看的话便能发现此人是个很有城府的人。本王自己都不知道何时抵达丰知县，秦大县令倒是消息灵通，来得比我都要早。王爷恕罪，下官自从得知王爷即要来，便命人一直守在城门口，只是不想怠慢王爷。本王今日过来也是王妃的意思，想来丰知县考察布匹市场行情，顺便来向秦大人学习学习如何治理县城，还请秦大人多多指教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下官为王爷马首是瞻，怎敢向王爷指手画脚？你们忠心与否，本王尚且不知，一切交给时间。王爷说的是，王爷说的是，只要下官在任的一天，下官一定努力辅佐好王爷。秦大人，天下之大，莫非王土，唯有在圣上面前才担得起辅佐2字。王爷饶命，是下官失言，下官早就准备了接风宴，王爷王妃请随我来。沈几等人来到了秦县令特地安排的地方，刚坐下不久，一道倩影就走到了沈几面前。小女柳如烟见过王爷王妃，老爷招待不周，我相信王爷大人有大量，肯定不会怪罪他的吧？哦嚯，看来是秦县令的小妾啊，估计是要来勾引沈几的吧？不知道他能不能把持得住？哼，你有什么资格代替本王做决定？对不起王爷，贱妾不该揣测王爷心思。王爷恕罪，这是下官的小妾柳如烟，一个乡野村妇不懂的礼数，还望王爷莫要怪罪。哼，我让你在院子里好好练习歌舞，你跑出来做什么？老爷，贱妇从小就听说过几王的威名，心生仰慕，就想见见真人。若是王爷觉得我做的不好，我道歉。不得不说，柳如烟这茶艺真是了得。还吃不吃饭了？等你们说完，我人都要饿晕了。秦大人，本王的娘子饿了，赶紧上菜吧。是，王爷，下官这就去安排。很快，饭菜上桌后，任贝贝就拿出银针在饭菜上试毒。王妃，你这是？秦大人莫见怪，夫君虽流放丰耕县，不参与朝政之事，但再怎么说也是95之尊之子，这里人太多了，难免有人想要加害于夫君，还烦秦大人莫要多想。无妨，王妃，既然饭菜没事的话，咱们不妨好好品尝一下美味佳肴吧。而这时，沈几却发现秦县令旁边一脸忧愁的刘员外。本王瞧着你愁眉苦脸，可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秦县令一惊，忙不迭地看向刘员外，眼里划过一抹凉意。王爷，下官小女被人掳走，至今还没有消息，下官是为此事心中烦忧。什么？秦大人可有此事？确有此事，下官正派人全力寻找中。只是丰知县虽说不大，但地形复杂，找起来也花了不少时间，且是女子，下官担心会影响她的清誉，才一直隐瞒此事。任贝贝瞧见对面刘员外眼里的恨意，随即就明白了。看来他们是起内讧了，真是好玩。秦大人，我说你当真派人寻过？虽然秦县令从未明着说过是他掳走他的女儿，但他的心里清楚得很，8成就是秦县令干的。自然找过的，只是目前还未曾找到过罢了。那秦大人，现在王爷也在这里，我就求您帮忙寻找下官的小女。秦大人真的找过？王爷，下官真的已经用心找过了，倘若王爷不信，就请王爷帮着一起找找看吧。
那还真是巧，正巧周捕快以前是4扇门的，他也来帮忙找找便是了。这肯定是王妃故意这样说的，我不能中招，那小女被我藏得很隐蔽，绝对不可能被发现。是吗？说不定还真能找到，那就劳烦周捕快了。周丽，你吃过饭后就带人随秦大人的手下一同搜寻。属下遵命。过了没多久，周丽就带着小女走了进来。闺女，你可想死爹了？此时，秦县令的脸色却出奇的难看，只觉得自己的脸被打得生疼。哼，没用的东西，一点小事都办不好，真是废物。多谢王爷王妃救了我小女，下官一定感激不尽，在所不辞。刘员外，快请起，一点小事何足挂齿，我们正巧有件事情想劳烦你帮忙。王爷请吩咐，下官一定竭尽所能去办。不知刘员外可否听说过薛伯一人？我夫人正要去拜访他，洽谈合作一事。夫人可说的是养蚕大户薛长贵？正是此人，刘员外可有眉目？那你可找对人了。薛伯可是与我们一品坊合作了几十年，交情不是一般的深。夫人若是想见，明日下官就陪同夫人一同去上门拜访。那就劳烦刘员外了，明日上午我们一同前去。这个老头有多疯癫？食不果腹的年代里，家家户户都在种粮食，而他却承包了近100亩地，种起树叶来，还养了一堆恶心的大肉虫。可离奇的是，他居然就靠着这些肉虫，年收入突破了几10两白银，成为丰知县有名的富户。王妃娘娘，这位就是薛伯。老早就听闻薛伯的事情了，久仰大名，久仰大名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听镇上的人说，丰庚县有位能将河沟里的水蝎子做成美味佳肴，还能将山上的枯草藤做成解暑饮品的奇娘子，说的可是你吧？原来我的事迹竟然都传到了丰知县，虽说2个县离得也不远，但也真可谓是名噪一时啊！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也就是将在盛京城学到的一点皮毛带到了这边罢了。这次来，我是有事宜想跟薛伯您合作，如果做得好的话，没准会带动丰知县与丰庚县的百姓一起致富。还有这等好事。虽说我们丰知县每年也能按时向国家上缴税粮，但基本上也都是我们几个承包大户交的。百姓们每年征税完后，家里所剩的余粮也就不多了，能换得起钱的农户也少之又少。我们生产的绸缎布匹也大都通过水路运往了盛京城。居然能直接销往盛京城，看来刘员外家布匹质量是相当不错。既然如此，那为何丰知县的全年收入还入不敷出，百姓的生活也不见好转？沈夫人，你有所不知，丰知县位处边境，属于流放之地，自然交通不便，再加上水路运输成本高，那些前来拉货的商贩一再压价，我们制作绫罗绸缎的工艺繁琐，产量也不高，自然赚不到什么蝇头。哎，我与刘员外也天天为此事发愁，但也找不到其他销路。沈夫人今日来之前，喜鹊一大早就在房檐上叫，我还寻思今日是有什么好兆头，没想到是沈王妃您来寒舍了。薛伯您说对了，我也确实是为此事而来。刘员外家的绸缎，我目前确实也无力收购，但以后会考虑。但是我想除去刘员外每年收购的蚕茧外，如果您还有多余的，可以全部出售给我。另外，桑树上的桑果我也全部收。沈夫人，这桑果不宜运输，而且保存时间极短，你收回去后也会很快腐烂变质，而且还是这么大量，这些桑果卖也卖不出什么好价钱。我也一般都是送给周边农户的，我倒是很希望你来收，但我也还是想奉劝你一句，这您就甭管了，您按照我的要求定期将桑果运往丰庚县就好了，剩下的事情我自有办法解决。2个人一脸疑惑地望着这个盛京城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千金大小姐，虽然满心质疑，但面前的王妃他们可惹不起，只好默不作声了。任贝贝又跟他们详细地说了一下运输的事宜以及流程，又拿出拟好的契约与薛伯签了字，画了押，整整忙了1个上午，这才离开了丰知县。沈夫人，人我已经找好了，三沟村的这几位可是出了名的勤快人，就等您来接人了。吴村长的眼光我信得过，几位就随我一同来吧。话音刚落，任贝贝就领着几人一同来到了后山的大湖边，让几个人吃过午饭后就开始挖水塘。很快，几个年轻的壮汉就开始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。过了2天，2个深不见底的大水塘就挖好了。我说沈夫人，咱们村现在也不缺水，挖这2个水塘不是白费力气吗？这2个水塘我自有用处，你们就不用操心了。王大牛，听说你之前在镇上当过掌柜的学徒，会不会算账？回禀夫人，在下只是略懂一些皮毛，基本的小账还是会算的。
那好吧，你就负责去向村民们收水蝎子，收的价格按2文钱1斤，有多少收多少。剩下的人你们分2组，分别将收来的水蝎子倒入这2个水库中。以后每个水塘派1个人来我家送水蝎子，工钱就按500文钱1个月，每个月20号结算工钱，你们可否满意？众人以为干完了这2天的活后能拿到工钱已经很不错了，一听任贝贝提出的这个条件，纷纷大吃一惊。镇上做1个月的活也不过才200-300文的工钱，还要镇上村里来回跑，这后山上天天看着水蝎子就有这么多钱赚，自然是个肥差。于是纷纷点了点头，表示愿意。明天开始，王大牛你就去收水蝎子，其他人也别闲着，将河里的莲藕都采一采，运到我家来。下午就去将收来的水蝎子放到水库去。好嘞，夫人您放心，不出1天，河里的莲藕我们全部给你运到家。河里太小的藕节就不要了，留着做藕种，来年还能收。你们今天也辛苦了，拿着钱回家买肉吃吧。几个人拿到工钱后，个个喜笑颜开地回到了家。大牛，哪来的肉？这还没过年，割这么多肉回来干嘛？嘿嘿嘿，娘子，家里不是快没米没面了吗？明个我去集市上再买些精米白面回来，今个咱们做肉吃。我说大牛，日子是不过了吗？你怕是疯了要买精米白面，这都是富贵人家吃的东西，你才去做2天的工就开始飘了吗？娘子，以后家里的地就留给2狗3娃去种，你在家好好歇着。我找到了份长期的活计，给县夫人做事，1个月有500文工钱呢。他将甘蔗放入石磨中碾碎，然后将汁水放入锅中大火熬制，直到变成枣红色起锅，倒入木盆里，随后放在一旁自然冷却凝固，接着切成块状装在木盒里。这一套流程做完后，请来干活的几个人直接被这香甜的气味迷得神魂颠倒。沈大夫人，家里在做什么吃的？怎么味道这么香甜？做红糖啊。红糖，这可是比肉还贵好几倍的东西，丰庚县现在都买不到，你从哪弄来的？是啊，我到现在都没尝过红糖是什么滋味。一般女人生娃坐月子才会托人跑好远去省城买的。这红糖就是用地里种的这些甘蔗做出来的，若你们需要，可以与我签订个契约，就可以把这甘蔗拿回去种了。种出来后要紧着我先卖，现在种上，过不了几个月就能收上来。地里的庄稼1文钱1斤收，我这甘蔗按5文钱1斤收，到时候你们也能过个好年。你果真愿意把这么好的东西给我们种，不收钱吗？当然，丰庚县那些无主之地种的这些甘蔗就是为了育种做样品的。不过我也说了，我们要签订契约。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你们知道糖为何会这么贵吗？还不是因为它金贵，市面上又不多，家里连饭都吃不起，谁会舍得用麦芽来做糖？没错，正是因为如此，这东西我们自己种就好了。若是别的县也种，那么这东西立马就普遍了起来。一旦普遍了，自然也就不值钱了。物以稀为贵。没错，就像冬日里的大白菜，家家户户都有，根本就没人买。所以我希望你们签订契约后都能遵守契约的内容。若是你们不遵守这契约，第一，我会立马禀报我相公，让他严肃处理；第二，我还会让他赔偿我们全县的人所有的损失。大伙听了后，基本上就都明白了，个个立马拍着胸脯保证了起来。县令夫人，你放心，你这是带着我们大伙赚银子，我们绝对会遵守你说的这个什么契约。这事大伙也别往外说，反正到时候就拿回家里种。以后各个村里都派人把守看着地，不要让外人到了咱们的甘蔗种子。年底我保证大伙都能赚到银子。几十亩的甘蔗，在没有现代化工具的情况下，一群人风风火火的硬是收了半个月才收完。大伙拿到工钱后都有些不习惯，赚钱的活计就这样没了。这段时间都辛苦大家了，等会儿每家都领上半斤红糖回去，给家里人补补身子。红糖啊，多件贵的东西，说送就送，真不愧是曾京城的大小姐。我们啥时候可以把这甘蔗种上啊？不急，大伙今天也累了，过几天我让夫君给各个村的里正都叫过来，把契约里面的条款都详细的说一遍，就给你们各个村发放这种子。行，那我们等过几日村长通知后，一大早就来。没过多久，任贝贝就跟各个村的村长全部签订了契约。这时候，小沟村的村长把他拉到了一边。若是我们每个村都种上，以后这种子只会越来越多。下一次村里，村长，村里人种我没话说，可是真的碰上一些舍不得娘家或者亲戚的，拿去别的县种了，这甘蔗可就不值钱了。种？那这时就等以后再说。分完种子后，一些别的县城来串门的亲戚看见他们个个手拿着这黑黑的长棍，喜笑颜开的样子，一个个都好奇的不得了。另一边，禽兽一家知道这事以后，刘监货又怂恿禽兽上门去向沈猪猪要点种子回来。
当家的，听说丰更县那个县令夫人前段时间捣鼓的黑色竹竿子能用来制糖，你去问招娣要些种子回来咱们种，好歹我们也曾是丰更县的，按理来说也应该有我们一份。要不是以前隔壁家的牛大婶子提着半斤红糖回娘家显摆，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。他们都能种，凭什么我们不能种？好歹我们还是县令女儿的亲爹娘。凭什么？你还好意思提这一嘴？当初我就没想着要断亲，不是你怂恿我去的吗？我们要是没断亲，现在什么东西能没有我们的份？再说我们已经从丰更县迁出了户口，来到丰余县，早就不是丰更县的人了。他们会给我们种子吗？当时那个情况，谁他喵的能知道丰更县能发达啊？你不去我去，我就不信了。就算是断亲了，还流着同样的血呢，他能眼看着自己亲爹恶喜不成？刘监鹤说完，起身就出门了。到了任贝贝家门口，见这院门没关，直接就走了进来。这老秦家真是阴魂不散，你来干什么？哟，忙着呢，在做什么吃食呢？关你屁事！我说刘监货，你要是没事就从我家滚出去，别让我喊人把你抬出去，那就不太好看了。我来看自己女儿都不行吗？你敢对我动手？我现在可是怀着身子的人，到时候有个什么闪失，就算你是县老爷的老婆，我也要昭告全天下，让你下不来台面。他话还没说完，任贝贝就冲到了他的面前。任贝贝，你敢打我？凭什么不敢？你擅闯我家，还敢在我家撒野，我打你都算是轻的了。不过你这张老皮也是够厚的了，打起来磕手的很。刘监货一副要拼命的样子，冲了上来。沈猪猪也急忙跑出来，挡在任贝贝面前拦住了他。别打我娘亲，你这个坏女人！你这个哒哒哒的，还没有多久胳膊肘就向外拐，亏我养了你10几年，你真是个白眼狼，不孝女。沈猪猪站在原地，根本就不为所动，折腾了半天，刘监货也累了。你泼也撒了，回去吧。要不是看在你怀着身子的份上，刚刚我都想踹上你2脚。你这个不孝女，你整天跟着任贝贝吃香的喝辣的，却对自己的爹娘不闻不问。现在好了，你有赚钱的法子了，不带着我们，却带着外人，亲眼看着自己爹娘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，你很舒坦吗？县里种甘蔗发了财，早已搬出去的夫妻俩却眼红了起来，想靠卖出去的女儿搭上关系来要甘蔗种子，没想到却被扇了一个大嘴巴。刘监货，你还有脸说沈猪猪与禽兽断亲？这中间没有你的功劳，也有你的苦劳，你少把这不孝的屎盆子往他头上扣。还有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来这的目的，不给你们甘蔗种子也是你们自己咎由自取的。呵，当初断亲是你提的不，还不是你怂恿我家老秦，老秦这才一时糊涂断的亲。我怂恿？你觉得我能怂恿得了你家男人？再说，如果我没有制糖方子，丰更县也不能靠种甘蔗致富。你今日可会回来看望猪猪？刘监货臊着脸没有说话。猪猪，我们回家去，等下娘还要带你去集市上玩。你不能走，你要给我们甘蔗种子。禽兽他不是人，有了你给他的银子后，偷偷拿去赌房全输光了。他又好吃懒做，整日就知道喝酒，不去做工。现在我们一家4口已经上顿不接下顿了。刘家可是小沟村的大姓，无论我搬到哪里去，我都是小沟村的人，这甘蔗种子必须有我的一份。刘监货，我觉得你们2口子就是在跟我装可怜。刘家是不是小沟村大姓又能怎么样？这甘蔗种子是我的，我想给谁种就给谁种。你想要这甘蔗种子是吗？当然想啊，你愿意给我们了吗？那你就想着吧。刘监货，你别以为你做的那些下三滥的事情没人知道，你最好老老实实的给我走。若是你再敢来我家闹出什么幺蛾子，我不介意把你介入别人婚姻这件事去丰余县传个遍。我刘监货行得正坐得端，你休想造谣我。啊，是吗？那我不介意明天就去那镇上说道说道。任贝贝话还没说完，只见刘监货脸色变得煞白。古代女人名声都是很重要的，若是丢了名声，搞不好会被沉塘的。任贝贝，你少造谣我！若是你敢在丰余县乱说什么，我跟你拼命！你若是想让我嘴严，那么你最好少给我找事，赶紧滚！刘监货看到墙角的甘蔗，想冲上前拿一根走，任贝贝冲上去就是一巴掌，接着提起墙边的扫把指着他，给我滚！任贝贝，你这个贱人，你迟早有一天会被天打雷劈的。要劈也是先劈死你这个毒妇！任贝贝举起了扫帚，刘监货这才转身就跑，一点也不像怀着身子的人跑得这么快。半个月后，任贝贝的样品红糖赶在国庆节终于出摊了。卖红糖类，好吃的红糖类，价格实惠，品质上乘。美女，你这红糖咋卖？路过怡红楼的时候，2个花枝招展的姑娘叫住了她。新鲜刚做的红糖20文1块，可好吃了，姑娘要不要来点？
这是红糖，咱县城还有这高级货卖，正不正宗？给我来一点。两个姑娘尝完，立马都被这红糖的口感惊艳到了。这红糖可真好吃，不过这价格确实便宜，我托人去省城买的80文一块都没这个味好。美女，给我来上10块。好嘞，小娘子真有眼光。我也要，给我来上50块，我拿给楼里的姐妹也尝尝味。前脚2位姑娘刚买完，后脚怡红楼里又出来了2个姑娘。那个卖红糖的，方才你卖给水香跟柳琴的那个什么红糖，我全包了。出来的正是怡红楼的头牌小凤仙，任贝贝脸上笑开了花。本来她还怕第一次拿这么多，一时半会卖不完，这下可不愁卖了。那什么，姑娘，我今天带的少，日后你还有需要，我直接给你送来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还有很多红糖？库房里还有不少，大概是今天带的量的100倍。我全要了，以后你有多少给我这里送多少。这怡红楼的红糖不愁卖。姑娘，你可说的是真的？我这一库的红糖算下来得400多两银子，你若是想收就交个诚意金，回头我喊人给你送过去。小凤仙二话不说，掏出了100两银子。任贝贝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银子。原主虽然是盛京城来的大小姐，但自从母亲死后，父亲娶了续弦，后娘长家后，她就没过过什么好日子了，就连嫁妆也才不过几十两。姑娘，过几日等甘蔗下来后，每天我都能供上500-600块的红糖，你这一红楼真的能消耗得起。这你就不用操心了，你可别小瞧了这楼的生意。就算咱这丰庚县大环境再怎么差，这楼里的生意照样红火的很。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呀！没想到我任贝贝的第1桶金竟然是靠楼里赚来的，要不怎么说还是女人的钱好赚呢？好嘞，请问姑娘你贵姓？我等下就喊人给你送来。我叫小凤仙，是这楼里的头牌。你让你的人来的时候报上我的花名，自然有人接待，给你结算银子。任贝贝虽然不想跟花楼有什么牵扯，但似乎楼里姑娘花钱更舍得，也不讨价还价，很是干脆。她来卖个红糖也没啥的。王大牛，今个有批红糖要送到怡红楼，等下你去我家后院仓库去清点一下，全部送过去。王大牛一听到怡红楼这3个字，满脸臊得通红。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。每次在镇上做工的时候，路过怡红楼，都忍不住往里面瞟上2眼。花楼，我送红糖给花楼吗？你结巴个什么劲？让你去送货，又不是去里面上班，至于吗？好的，那等下我收完3沟村的水蝎子就去跑一趟。哇，好可爱的小狗狗！娘，你快看，许太医，你家狗生了呀？是呀，沈娘子，昨夜大花在泡窝，今个一早就生了4只小奶狗。猪猪，你喜欢小狗狗吗？猪猪喜欢，猪猪喜欢，猪猪的梦想就是有一只小狗狗。既然小姑娘这么喜欢，那你们挑一只带回去吧，反正老头子我也养不了这么多。沈猪猪一脸期待地看着任贝贝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写满了期待。猪猪，如果把小狗狗带回家，你会好好照顾它吗？猪猪保证，以后遛狗狗、喂狗狗、给狗狗铲粑粑都是猪猪来做，猪猪一定照顾好小狗狗。哈哈哈哈，那你去挑一只吧，记得挑个最肥的，好养活。知道了，娘亲。看什么看？没看过帅哥啊？这只狗狗居然会说话，就选它了。不要碰我，本大爷只对18岁以上的小姐姐感兴趣，快放开我！狗狗吃多多的，长胖胖的，以后看家护院，当一只好狗。哇，居然有这么多肉！之前在那个糟老头家里上顿不接下顿的，可把我饿坏了。猪猪，小狗还没有名字呢，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吧。小狗狗全身黄黄的，内心也黄黄的，拉的便便也黄黄的，就叫它大黄吧。什么破名字？本大爷才不要叫这个。那你想叫什么呢？叫我彦祖。好的，大黄，那我们出去玩吧，我给你肉肉吃。今天水蝎子收的怎么样？夫人，小沟村附近那一片的已经收完了，3沟村的正在收。村民们一听水蝎子也能卖钱，都不用我们过去，直接提着就过来了。挺好挺好，收上来的水蝎子先养着吧，以后还要扩大规模，不能坐吃山空，等仙草过季了再做来卖。二牛，看水库的只留上2人，其余人带到我家后院，我们做一个新的吃食。夫人又研究出了什么吃食？哈哈哈，等到了你们就知道了，我先不剧透了。很快，一伙人风风火火的就赶到了衙门后院。
只见满地堆着雪白的莲藕。前些日子收上来的这些藕节我已经洗净了，你们拿旁边的菜刀把它剁碎，然后放在石磨中碾，将汁水跟藕渣放在旁边的纱布里包好就行了。剩下的属于商业机密，我自己来做。给工人们分配好工作后，任贝贝正要出门去菜园子里看看仓库里的辣椒怎么样了。昨夜一夜的大雨，还好任贝贝预测了天气，提前将辣椒收到了仓库里。快要到的时候，遇到了石沟村的赵大婶。哎呀，沈夫人这是要去哪呀？我正要去库房看辣椒呢。沈夫人，听说你最近在收水蝎子，我可以去试试吗？家里就我一个人养着4个孩子，日子属实过得困难。收水蝎子可不是一件轻松的活计，赵大婶这体力估计够呛。自从圣朝征兵打仗以来，像赵大婶这种一个女人带着娃的家庭比比皆是，会手艺的还好，还能织几个帕子，做几个竹筐拿去集市上卖。但是大部分人家还是过得很艰难，我得想办法给他们找个活计，让他们日子过得不那么苦。赵大婶，像你这样，石沟村还有多少？我算算看，李大嫂子、周大婶子、孙大娘子，估摸着得有个10几户。这样吧，你把他们都喊来库房，我给你们找个活计做，工作也不是很难，工钱就按100文1个月，你看怎么样？不用给这么多，沈夫人，你放心吧，这活计我就当自家的来做。很快，赵大婶就带着10几个家里男人去打仗，没什么收入来源的妇女来到了任贝贝的库房。仓库里都是些我从盛京城带过来的种子，大家伙将这些种子分一分，看你们想种些啥。这种子每家种一样，1个月我给你们100文的工钱，收菜我还会按1文钱1斤的来收，种的越多，赚的也就越多。但是这些菜你们不能自己拿回家去卖，一旦被我发现了，以后这菜就别想种了。众人们一听，种个菜还能1个月领100文，而且收菜的价格跟粮食一样多，纷纷大吃一惊。第一次听说还有这么个好事，便都连忙答应。放心吧，沈夫人，我们绝对不会做那种下三滥的事情。你给这么多工钱，我们感谢你都还来不及呢。很快，在赵大婶的帮忙下，种子挨个发给了大家。有的人领的是黄瓜种子，有的是生菜种子，有的是番茄种子，足足有几十种蔬菜。当然，这些都是任贝贝在商城仓库买的。这个年代怎么会有这些蔬菜？各位大婶们，领完种子的在我这里登记一下，你们的名字、住址以及领的什么种子。这种籽在盛京城也很难买到，当然要跟你们签个契约，种子绝对不允许分给别人或者自己的亲戚朋友。一旦被我发现，将没收种子外还永不录用。大伙都听到没？那些心里原本打着小算盘的人，一听到要签订契约，连忙收起了那点小心思。沈夫人，我家还有个外嫁的闺女，前些日子刚被休了回来，能领一份回家种吗？一家只能领一种，倘若这家闺女领一下，那家大嫂领一下的，岂不是乱套了？你们一起种便是了。我知道你想多个人多领一份工钱，但是工钱不是最主要的，主要是收菜。大家放心，我不会亏待各位的。他在古代靠卖红糖与小龙虾赚得盆满钵满，然而镇上的朱家老二却开始眼红了起来，摇身一变也开始卖起了小龙虾，不仅卖得比他便宜，还私下偷偷诋毁。不过他对此并不屑一顾，灵机一动，又有了新的想法。回家之后就开始琢磨起来。娘，你在做什么？需要我帮忙吗？我在做一种叫米老头的小吃，你帮我将甘蔗水熬成糖浆，注意别被烫伤了。好的，我这就去。大黄，我们走。好的，小主人，等下记得分我一口。他将猪油放入锅中，然后撒下一把大米，不停搅拌，然后倒入糖浆，将大米一个个搓成球。古代第一个米老头就做好了。娘，这米球也太香了吧！给我吃一口，给我吃一口。这也太好吃了吧！娘，你是怎么会做这个的？有一天，我无意中将大米不小心倒在油中，大米却膨胀了起来。我拿起来尝了尝，发现口感不错，这才产生了灵感。我小时候吃过一次炒黑米，跟这个很像，但味道没有这个米老头这么好吃。其实天气快要转凉，吃一口热乎乎甜滋滋的米老头很是舒坦，最适合刚劳作一天的百姓吃了。不仅有大量的碳水能快速恢复体力外，这东西还很实惠。娘用了不到1斤大米跟小半斤甘蔗水就做了这么多。这是用1斤大米做的，看起来好多呀。可不就是吗？你要是喜欢吃的话，娘以后天天做给你吃。咱们卖水蝎子的时候带着卖米老头的话，1文钱一个，还有1半的利润，这一甜一咸的搭配，肯定生意会更红火。猪猪现在都会算账了，这么棒，谁教你的？
朱师爷跟爹爹处理完案子的空暇时候，总是会教我写字算术，还经常夸猪猪聪明。一个女子居然学得比男孩子都快。哈哈哈，看来朱金华还是挺好的，不会因为猪猪是女孩子而不教她。古代能做到这样的人属实不多。猪猪，明个我们可以带着麦麦看。那我一会去再熬些糖浆，晚上先把米老头做出来，明天正好带上大黄一起去集市上卖。第二天，任贝贝跟沈猪猪照常出摊，还是原来的位置，还加了张桌子给前来购买的顾客方便趁热吃。而隔壁酒楼里的朱家老二，靠着比他低1文钱的价格，生意依然很好。很多第一次买的食客从外表看不出什么区别，再加上朱家酒楼有铺面，环境更好，价格也更实惠，大家基本上都选择去酒楼里吃。而任贝贝的摊位贵了1文钱，还只有一张桌子，在路边略显寒酸，基本上是被人直接忽略的。今天又带了2桶水蝎子，我们估计卖不完了。别急，等下午7、8点人们做完工后，水蝎子加米老头更好卖，大不了等晚上弄个夜宵大排档，再加上快过季的烧仙草。正说着，一群人在朱家酒楼的大门口前开始吵了起来。昨天我家相公就是在你这买的水蝎子吧？现在我一家老小全在家里上吐下泻，只有我没吃才幸免于死。水蝎子怎么能用来做吃食？这不害人吗？我要去报官。我就说怎么回事，昨天买了2斤回去，大人吃的少还好一点，2个娃儿到现在还在医馆，你这不是草菅人命吗？我也要去报官。告诉你，我们大夏国别说卖有毒的东西了，只要是不干净，吃坏肚子都要蹲大牢的。你别以为你弟弟是县里的师爷就能逃脱王法，倘若县老爷不管，我弟要告到省城里去。朱银华早已被这群凶神恶煞的人吓破了胆，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解决问题，而是推卸责任。县令的夫人也在门口卖，你们怎么证明是在我家买的？你们柿子专挑软的捏吗？见她是县令大人的老婆，不敢去找茬，专找我们这种无权无势的人的麻烦，肯定是买了他家的水蝎子才中毒的。一旁看热闹的人群不了解事情的真相，只听到朱银华振振有词地说着，也跟着一起开始起哄。就是说，你们这些人惹不起县老爷，专挑好欺负的人下手，怕不是你们吃了门口那不干净的摊子出了事，来酒楼里闹事吧？咱镇上这大酒楼都开了几10年，未曾出过事，怎么这刚来丰更县的千金大小姐一来就开始闹肚子？定是吃了他家不干净的水蝎子。我说大姐，不带你这么泼脏水的吧？我家水蝎子全是经过特殊处理的，干干净净卖了好几天了，一点事情都没有，怎么会吃坏人的肚子？再说你上次不也在现场吃了吗？也没出事啊。他们昨天根本没买我们家的水蝎子，你这个坏男人，休息赖在我娘身上。我做的水蝎子不仅放在水塘1天吐了泥沙，还反反复复洗了好多遍，不可能有问题。不如让这几位受害的街坊邻居说说，你们是在那家买水蝎子出事情的？我不知道，是我男人买的，只听他回去说12文钱买了3斤。我家水蝎子5文钱1斤，里面用料比较舍得，利润也比较薄，从未降过价，附近的人都能作证。不是沈夫人家的水蝎子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就是你家的，休想抵赖，我已经报官了，官差马上就到。我买了4、5次沈夫人家的水蝎子了，一点事情都没有。昨天见酒楼卖的便宜，就没去沈夫人那里买，这不晚上吃了后闹肚子了，还以为是喝凉水造成的，感情是你家水蝎子闹的。你们肯定是合计好的，来栽赃污蔑我的，不就是看我这几天赚了点钱吗？我不卖了还不成吗？众人哪里肯罢休，纷纷上前把他给围了起来。吃坏我们肚子，你还想跑？门都没有！等官差来了，先和我们去官府把赔偿的事情给定了。没错，你别想抵赖，我家里人现在都进了医馆，就等着医药费救命。吵吵嚷嚷了一会，很快几个官差就挤进了人群。是谁卖的水蝎子，吃坏了人？就是他，还想抵赖？不承认，我们都是吃了他卖的水蝎子出事的。现在家里人还在医馆，官差大哥，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。我没有，我家的水蝎子真是干净的，是他们在污蔑我。有什么话到衙门里说，带走。朱银华哪里见过这种阵仗，更没有去过衙门，当场被吓尿了。而任贝贝想着，今天不解释清楚，大家以后对水蝎子肯定要抵触。各位街坊，其实水蝎子只要处理好是没有毒的，那酒楼的水蝎子为什么会出事？无非是他不懂清理水蝎子脑部的脏东西，再加上焖煮时间不长，可不就得出事。你也是卖水蝎子的，谁知道说的是真是假？
这东西就是害虫，不能吃。你们应该有人买过我们2家的水蝎子吧？口味对比是一样的嘛？这倒是不一样的。我第一次是买你家的，口味麻辣鲜香，一点土腥味没有。可昨天买了隔壁酒楼的，吃起来土腥味很重，口感也和你家的不能比。我们家水蝎子为什么卖5文钱？就是因为这个道理。我们用了许多料，都不便宜，而且这水蝎子不做特殊处理，的确是不能吃的。怎么证明你家的水蝎子就能吃？别的我不敢说，谁要是在我家吃水蝎子出了事，我按10倍赔偿，医药费全部负责。众人闻言，这才信了任贝贝想来是对自己的水蝎子真这么自信。吃坏肚子的人还心有余悸，但是没吃过的人倒是来了兴趣，已经有人去摊位前要买了。经过这么一出生意，多多少少还会受到影响的。米老头也没人问，而任贝贝用了同样的办法，拿了一个米老头，让沈猪猪在后面的桌上慢慢吃着。起初大家只是问问，下午时来了几个盖房的工人。妈，水蝎子是你家做的不？是的。昨天我们工友在你这里买了一份，太好吃了。今天我们全来照顾你生意，给我们来个5斤。好的，请坐。小妹妹，你吃的啥呀？你老头啊，刚干完活的时候吃起来特别香甜。大哥，来一个尝尝不？多少钱一个？1文钱。中，给我来5个。我也要5个，懒得回家吃饭了，今天就破费一把。话分两头，朱银华被众人带到了衙门里。升堂，命我。大人，这酒楼贩卖的水蝎子不干不净，导致我一家老小腹泻了一整天。大人可要为小民做主了。站在一旁的朱金华看到二哥这副模样，大吃一惊，但也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。快说说发生了何事？大人，昨夜我在他家买了几斤水蝎子，吃过后小儿随即上吐下泻，我跟那人连忙带他前去医馆就医。快到的时候，我们俩也开始出现这种状况。医馆的郎中说是由于食物中毒导致的，这才想起了那水蝎子。民妇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，还请大人为我们做主呢。我也是，我一开始买的是您夫人家的水蝎子，一点事情都没有。可是后来吃了这福客来酒楼的水蝎子，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。众人开始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，场上越来越多的人都站了出来，矛头纷纷指向了朱银华。大人，冤枉呐！小人也是学着沈夫人做的，沈夫人的水蝎子都没毒，我这水蝎子怎么会有毒呢？不可能出事情，他们一定是想敲诈我。朱银华此时也不敢诬陷任贝贝，只想着怎样能逃脱罪名。传郎中许三郎。回禀大人，昨日确实有很多百姓来我医馆就诊，都是上吐下泻症状。我把了把脉，又观察了下所有人的身体状况，确实是食物中毒导致。经过小人的仔细询问，发现他们都是去了福和来酒楼吃的水蝎子。朱银华，你还有什么辩解的吗？公然售卖不干净的食物，可是违反了圣朝食品法第15条，公共场所下毒罪，此乃重罪，要坐2年大牢，并且没收所有财产。本官将要查封你的酒楼，重新拍卖，来人将他打入大牢，择日抄家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呢！小的再也不敢了。紧接着，一群官差就将朱银华押了下去。救命啊！而此时，朱金华看着远去的哥哥，又难受又自责。早知如此，当初就该奉劝他哥收沈夫人的水蝎子来卖，也不至于到了这个地步。这都是命呢，天命难违。他先将桑葚放入清水中轻轻调洗，然后放入锅中，用小火慢慢熬煮。不一会儿，锅里就散发出阵阵果香。又加入适量的红糖，用勺子不停地搅拌着，红糖渐渐融化，与桑葚完美融合在一起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果酱变得越来越浓稠，香气也愈发浓郁。最后，将熬好的果酱小心地装入事先准备好的罐子里密封好。古代第一瓶果酱就诞生了。谁呀？是我，沈夫人。今个菜地里的种子播下去了，我寻思你家鸡还没开始下蛋，这不给您送些鸡蛋过来。原来是赵大婶子呀，快进来坐坐。沈夫人这是做的什么吃食，味道如此香甜？前几日薛伯送来了几车桑果，我做些果酱拿去镇上卖。这果酱不仅酸甜可口，富含各种营养，还价格实惠，少量红糖就能做一大罐，关键是保存时间还久。赵大婶子，快来尝尝。哇，我活了这几10年来第一次吃到这样的风味。沈夫人，这果酱多少钱啊？是咱老百姓能吃得起的不？这果酱我打算卖5文钱一罐，一罐够吃上1个月呢。红糖价格贵，老百姓们舍不得吃，有了这果酱，咱丰庚县百姓也能吃上些甜了。对了，沈夫人，您听说了吗？
丰庚县那个福客来酒楼前几日因售卖不干净的水蝎子被查封了，今个酒楼要被拍卖，来了好多外县的富商。那福客来酒楼破破烂烂的，都有快100-200年的年头了，不知道为何一堆人还抢着要，听说还有圣朝第一鉴宝大师参加呢。福克兰要被拍卖，神几这小子为什么没给我提过这事？倘若有个门面，我这些做好的现代吃食或者一些农产品就可以有地方展示了，不仅能方便县里的百姓前来购买，与外县商人洽谈合作也很方便。这酒楼我也想来竞标一下。赵大婶子，谢谢你给我提供这么一个好消息，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。什么想法？赵大婶一脸疑惑地看着任贝贝。我想去竞标这酒楼，以后在镇上开个杂货铺子。杂货铺子需要这么大的酒楼？沈大夫人，咱可不能这么糟践银子啊！什么杂货铺子需要这么大的地盘？这杂货铺子可与你想的不一样，我打算不仅给里面放我做的吃食，还要放一些我新研究出的菜品之类的，不仅供货给咱本县的小餐馆一些吃食，还要把生意做到外县去，带动我们丰庚县经济的发展。赵大婶听得云里雾里，但还是觉得任贝贝很厉害的样子。与赵大婶又聊了一下自己的商业计划后，任贝贝与赵大婶就一同前往镇上参加县里的拍卖会了。夫人扶我，幸运是我自踏雪，至3天。我叫丁小泉，谁也不知道我是穿越到圣朝的第一剑帝。今日我的穿越系统一直提示叫我前往福克莱酒楼进行拍卖，那酒楼定然暗藏玄机，我势必要拿下那个酒楼。可恶的任贝贝居然将我二弟送往大牢，还将我家世代相传的酒楼查封了。我就算砸锅卖铁也要拿回属于我们家的酒楼。任贝贝，我们走着瞧。这天，丰庚县热闹非凡，拍卖大会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着。各位老板，今日我们要拍卖的是本镇第一酒楼福克莱，起拍价为100两银子，起拍时间不限。有感兴趣的各位老板可以出价了，价高者得。我出150两，这酒楼我要定了。朱同华一脸愤怒，率先出价，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。我出200两，这酒楼小爷我也看上了。说话的正是圣朝第一剑帝听小泉，谁也没想到这样的大人物会出现在这流放县里。场下的人议论纷纷，都在揣测这酒楼是不是藏有什么宝贝，会让听小泉千里迢迢的来此处参与拍卖。我出250两。任贝贝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，仿佛只是过来参与，并没有表现出很想要的模样。这可恶的娘们，摆明了是跟我们朱家过不去。要不是看在她是县令夫人的面子上，我定要将她碎尸万段。我出500两。朱同华拼上了全部的家当，想用高价吓退这些参与拍卖的人。500两银子在丰庚县这个地方都能盖2个半这样大小的酒楼了，用来买这样一个年久失修的酒楼，怎么想怎么不划算。只因酒楼不仅仅是他们家祖传下来的财产，其中还藏有不少秘密。这秘密一旦被人发现，整个丰庚县将掀起一场血雨腥风。这朱同华是疯了吗？500两银子买个这破酒楼，这怕是有什么秘密在里面吧？看来这个秘密不只值这500两，我出550两。任贝贝对朱同华这样的举动心生疑惑，本来他想着如果超过300两自己就不买了，可是见朱家老大这般拼了命的想拿下酒楼，定然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便也上起头来。这丰庚县不是个穷乡僻壤的流放之地吗？怎么个个火力都这么猛？550两买一个破酒楼，倘若不是系统任务要求，我才不会做这亏本买卖。没办法，只好跟他们拼一拼本大爷的财力了。我出1000两。在座的各位，如果还要继续，我就点天灯跟到底。听小泉这一番话，果然奏了效，在场进行拍卖的人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。今天出门没有看黄历，真是倒霉他妈给倒霉，开门倒霉到家了。怎么碰上个这个野小子？这酒楼我是拿不到了，看来只能想想别的办法了。这时，任贝贝突然站了起来，冷哼了一声，然后掏出了一个从系统商城的玻璃杯。这么玩是吧？那好，我就拿出我的祖传珍宝。这玩意是当年我们人家祖宗去阿三国经商时候，阿三国国王亲自赐予的七彩琉璃杯。这玩意整个大圣朝都找不到第二个。今日我将它拿出来买这个酒楼。倘若你们觉得这东西还不够分量，那就当我没说。天哪，这竟然是七彩琉璃杯！传说中的杯子，就连皇帝也没有见过。这质地，这光泽，已经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了。这杯子价值连城。沈夫人，你真打算用这祖传的稀世珍宝来换取一个小小的酒楼吗？没办法，要不是急缺钱做生意，谁会拿出自己家的祖传之物？我说拍卖官，这杯子价值在场的各位都能懂。你也别说我仗着县令夫人这个头衔来压各位了。
咱也是实打实的拿出宝贝来参与竞标的。我这杯子能不能换？这破杯子不就是现代的玻璃杯吗？等等，玻璃杯，莫非这风更县的县令夫人也是穿越过来的？我也不太好揭穿她，毕竟在这个年代人的眼中，这玻璃确实价值连城。既然沈夫人拿出这样的稀世珍宝，在下叔的心服口服，这酒楼我愿意拱手相让。成交，福克莱酒楼的所属权归任妹妹所有，恭喜沈夫人了。随着拍卖师落锤，宣布福克莱酒楼由任贝贝竞得，全场一片寂静，随后响起震惊声。这个小镇很奇怪，每年都会有很多刚满18岁的女性离奇失踪，而衙门却对此事一筹莫展，导致家家户户的女人都不敢出门，就连镇上的花楼还没到下午纷纷闭门停业。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一道黑色的胖影闪过街头，钻进了福克莱酒楼里。只见他悄咪咪地来到了后厨，翻出了一厚摞的书信。还好没人发现，我要赶快销毁这些证据。说话之人正是朱同华。只见他先是紧张地左顾右盼，确认四下无人后，瞬间放松下来，大摇大摆地从正门走了出去。朱同华，你被逮捕了！一声厉喝打破了寂静。原来说话之人乃是官府差役周丽。朱同华惊恐地瞪大了眼睛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你们怎么会？”周捕快目光如炬，紧紧盯着朱同华手上之物，厉声问道：“你手上拿的可是与秦世杰交易往来的罪证？”朱同华下意识地将书信往身后藏了藏，色厉内荏地喊道：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哼，朱同华，别再狡辩了。据刘员外千金所述，你与丰知县的秦世杰合谋拐卖良家妇女。这几日，我们天天跟踪你的行迹，就是为了找到罪证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抵赖吗？朱同华的脸色越发惨白，身体颤抖得更加厉害。他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退，却仍不甘心地说道：“就算你们抓住了我又怎样？秦世杰在丰知县，你们奈何不了他。”朱同华，你休要张狂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你可别忘了咱县令大人的身份。纵使秦世杰有多大的本事，毕竟跟皇室血统还是比不了，我们都会将他绳之以法，还那些被拐妇女一个公道。朱同华瘫软在地，手中的书信散落一地。差役们迅速上前，将朱同华控制起来，并捡起地上的书信。这些书信将成为揭开这起拐卖妇女大案的关键证据。而小镇那笼罩已久的阴霾，也似乎随着朱同华的被捕，逐渐散了开来。这下好了，随着朱同华的老实交代，咱们终于把丰知县的秦世杰也给拿下了。是啊，这个拐卖妇女的团伙可算被彻底摧毁了，那些被拐的女子也有希望回家了。此次行动，大家都功不可没，务必继续努力，确保将所有被拐女子都安全送回。是，长官。听说隔壁县秦世杰落网了，真是大快人心啊！可不是吗？以后咱们小镇终于能恢复安宁了。那些年轻女子也不用再提心吊胆地躲在家里了。这个大案牵着的人员太多了，夫君我估计要再忙几日了。如今小镇可算是恢复了往日的和平与热闹，这感觉真好。我还以为这福克莱酒楼藏着什么金银珠宝呢，感情是朱同华的罪证。不过也算了，一个玻璃杯换一座酒楼也值了。是啊，夜晚出行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。你看，丰更县和丰知县都纷纷开起了夜市呢。等我忙完了，就带着你跟猪猪好好逛逛夜市去。以前都不敢晚上出门，现在可以好好享受这夜晚的欢乐时光了。这都多亏了夫君你把那些坏人给抓住了。只是夫君，福克莱酒楼拍卖一事，你为何不告诉我呢？哈哈哈哈！我是不想让你掺和进来，得亏了那朱银华售卖不干净的水蝎子，我才有的由头来拍卖这个酒楼。他们居住的地方我都派人暗中搜寻过了，结果一无所获，所以我断定这重要信件一定藏在这酒楼中。我是想借拍卖一事来看看朱同华的反应，再进行跟踪。没想到夫人你去把这酒楼拍了下来。我也正想在街上找个门面开店呢，正巧听赵大婶提了一嘴，福克莱酒楼正要拍卖，这才凑巧拍了下来。娘子你放心，等丰更县还完了欠的粮债，我定将你那传家之宝给赎回来。不必了，不必了，一个破玻璃杯而已，沈姬若真是换了回来，我才觉得亏。夫君，这杯子其实我多的是，你不用特地费心给我换回来了。我只希望你能帮我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朱同华是镇上的屠夫，他被抓了后，镇上就没有卖肉的人了。我开饭馆也需要这些食材，所以我想让村里的人多养些家禽牲畜，最好能大规模养殖，这样村民们不靠种地也能有别的收入。娘子此计甚妙，如此一来，不仅能解决镇上肉品短缺的问题，还能带动村里的经济发展。只是这活猪活鸡基本上都是靠外县进来的，咱丰更县养鸡的都没几户，更别提养猪的了。
相公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不劳烦你操心。等过几日饭馆安定好后，我就带着几个村长一起去省城挑选牲口去。最近家里收入也丰裕，我还想给咱家买辆马车。你一个堂堂县令大人，怎么能连马车都没有呢？娘子，去省城路途遥远，再说买活鸡活猪也不好运输，需不需要我派人陪你一同前去？不必了，夫君，秦世杰这个案子，我觉得不仅仅有表面上看到的这么简单。他在丰知县敢这样猖狂，背后定有人保他。你就好好处理你的案子，丰庚县发展上的事情，你就不用多操心了，全权交给我负责就好了。秦世杰背后之人究竟是谁呢？任贝贝能否顺利在丰庚县开办起养殖场？请看下一集，精彩继续。